我遭受妻子和奸夫的陷害，被判执行了注射洗刑。临死前，法医告诉我，他就是那个奸夫。没想到下一秒，我重生在了登记结婚的当天，竟然觉醒了隐身异能，只要心中想，立刻就能实现。这可太好了，马德，两个王八蛋，给我等着！此时，徐美娟走了过来，她就是我上一世的妻子。余生，登记结婚之前，我有2个条件：第一，婚后分房睡。我神经衰弱，身边有人睡不着，听你喘气会让我精神崩溃。卧槽，你赶紧接着说。第二，婚后1个月内你不能进我的房间。意思就是我1个月不能干你？你真粗鄙，赶紧想好答复我，不然我们就拉倒。说完，徐美娟转身离开了。隐身。小颖是她闺蜜，这时候联系她也很正常。下一秒，却让余生浑身一颤，电话那头竟然传来那个法医的声音：“事情顺利吗？”我把条件说了，他没同意，我也不好妥协，先谅他一会。他会答应的，不用妥协。我有一种直觉，他肯定察觉到了什么，今天很反常。是不是哪一次标点符号用错了？没有啊，我从来没错过。他在身边就用句号，他不在身边就用逗号。如果没有标点，就是他发的。一字一句听得真真切切，余生顿时气得胃疼，恨不能现在就掐死这对狗男女。不行，我要忍住，必须找到他们的把柄，让他们接受正义的审判。不一会儿，这位男闺蜜从楼上下来。会不会是你老婆察觉了什么，然后去找过他？不会，他不可能察觉到。我先去上班，保持联系吧。说完，男闺蜜上了一辆出租车。为了找到把柄，余生也跟了上去。老婆，这是李国明的尸检报告。改一下吧，孟庆阳给了5万。卧槽，孟庆阳可是黑道大哥，在江海市臭名昭著，身上至少背着几10条人命。明白。紧接着，曾辉重新填写了一份检验报告，结论改成了心脏病突发致死。这2口子心真黑啊，这是把死罪改成无罪了。晚上我去黄菊家里打麻将，就不回家了。记着别赢钱，让你去是点炮了。赵婉知道陈辉出了轨，陈辉也知道赵婉劈了腿，但是谁都装作不知道。2口子真 TM 会玩。燕妮，晚上跟我去黄菊家打麻将吧。你让我去抓赌啊？那可以。哎呦，你可真是个好警察，黄菊常夸你是个好苗子。听姐一句劝，你这么漂亮的女孩子，真没必要出生入死，和文物贩子、盗墓贼那些亡命之徒死磕。成功之路很简单的。我认为有必要，我可不当花瓶。只可惜我不懂文物，看古玩街上那些都像是真的。像燕妮这种人太有用了。听了一会儿，余生确定燕妮在古玩街，于是他悄然离开了。老朽万庭，小友怎么称呼？万伯你好，我叫余生，第一天混古董行，还请多多关照。你这袋子里装的什么宝贝呀？万伯，这是我刚在地摊淘。如此，全世界只有93件，这是真品，恐怕古玩街所有的摊上唯一的真品让你买来了，简直太神了。认识一下，我叫燕妮，古玩爱好者。你好，我叫余生。你这鼻息打算出手吗？您老开个价吧，如果合适就卖了。一把握。呵呵，刚在地毯上花了1万买的，没想到转手赚这么多。我同意100万，但我有个条件，万老可否借我一些古董鉴定方面的学习资料看看？没问题，我这里的资料你随便看。我想跟着你长长见识，以后你再来古玩街，提前给我打电话好吗？没问题，不过我只会鉴定真假。这就足够了，谢谢你。从古玩城出来，余生很快来到了徐美娟家门外。亲爱的，我放弃那2个条件，明天我们去登记吧。不用了，刚刚有一个女人给我打电话，揭露了你和陈辉的真情。那女人叫什么？她没说，即便说了，我也不会告诉你的。再见吧，以后别再联系了。说完，余生直接关机了。此时，他正在徐美娟家门外的走廊里等待时机进去，而屋里的徐美娟却惊恐万分，跟程辉说了刚才的经过。肯定是你老婆在报复我，我该怎么办啊？我们的孩子该怎么办啊？他这是逼我打掉孩子啊！孩子必须要，赵婉不能生育，你才是我真正的老婆。你现在到我家来吧。说着，徐美娟开门准备离开。就这一瞬间，隐身的余生趁机进了房间，随后他就在屋内到处搜寻，看看能否找到什么把柄。果然，他在一个角落里找到一个 U 盘，插在电脑上，里面传来了程辉的声音，讲的是院长雇佣一群人装病骗保的事。这些人的工作就是装病，医生不停地开药。马德，竟然有几个亿的金额，够枪毙了吧？这应该算是致命的证据。想到这里，余生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。陪我去逛逛鬼市好不好？江海鬼市是凌晨3点才有，燕妮是要干嘛？为了找到妻子和奸夫的把柄，
我凭借觉醒的隐身异能进入徐美娟家中搜寻，果然找到了他们致命的证据。随后我在古玩街1万块钱淘到的汝瓷，转手就以100万的价格卖给了古玩店老板万婷，顺便结识了便衣警察燕妮。他约我一起去逛鬼市，但是他的计划却遭到警队领导胡坚强的执意反对。鬼市那么简单，早抓了，还等你一个警校刚毕业的小姑娘来抓？你凭什么瞧不起女人？我是说你没有经验，鬼市里买家和卖家很难分清楚，很多坑在等你。看着像文物贩子的人咋咋呼呼的，那一定是在卖品，反倒卖真品的人你分辨不出来。我们不需要看人，只要能精准辨别文物真假就可以呀。你是孙悟空啊，火眼金睛啊，拿什么分辨？就凭你说的那个余生，他只是捡了一个漏而已，还不知道真假，就把你崇拜成那样。我去问过一些懂行的人，绝对是真的。那也只能证明他不是偷的，白天能分辨的人，晚上就不一定行了。我相信他能。好吧，我给你一个机会，你只要今晚证明他能分辨，明晚我们就抓人。青花瓷要吗？看一眼。男人从包里拿出一个精美的青花瓷梅瓶，燕妮眼睛一亮，鬼市交易都是在包里看，没有公开交易的。但这人却把货拿出来了，证明这妥妥是真的，很可能来路清晰。余生却知道事出反常必有妖，他郑重的双手接过，一手托瓶颈，一手托底，结果他愣住了。托底的手感觉是真的，明代青花瓷；托瓶颈的手感觉是假的，刚做出来没有3个月。他认真的看了一眼瓶底，上面写着大明宣德年制。余生终于明白了，就这个底部是真的呀，这是一个青花瓷的残片，镶嵌在工艺品的瓶身上，接缝毫无破绽。残片不值钱，有完整的吗？男人倒吸了一口凉气，这绝壁是最顶级专家，这是他见过的最快的鉴定速度。有，但没有漏。不瞒老弟说，我也是被人骗的，这不是我造的，老弟能一眼看穿，绝壁是前途无限。说完，男人便走开了。燕妮心中感慨，多了几分崇拜。此时，鬼市突然来了5、6个人，燕妮顿时心中热血沸腾。这个团伙终于露面了。老弟，我什么都有，跟我回家拿，包你满意。我怎么才能相信你？青年一掀衣襟，露出一个青铜尊。余生伸手一摸，立刻知道是真的，先秦时代的酒杯。这尼玛纯粹是做大死，瓷器玉器都没问题，但青铜器谁敢买，谁碰谁死。青铜最危险，有青花瓷吗？青花不愁卖，除非你出高价，否则没有漏。玉器要吗？看一眼。跟我走。随后他们一起来到一栋房子内，余生看过之后，这玉佩多少钱？燕妮明白了，只有这一个玉佩是真的，顿时有点失望。这个团伙太谨慎了，即便加上一个青铜尊，也不值得抓捕，打草惊蛇划不来。180万。余生心中冷笑，这价格不高，上拍卖行肯定超过180万，500万都可能，但这是盗墓来的，就不能这么论价了。再见。你开个价，1000块。别开玩笑，10万是底线。1万是我的底线。兄弟，你是我见过的最牛逼的行家，很想交你这个朋友。我叫谢强，给你个友情价5万，咱们长期合作，好处还在后面。余生觉得今天必须放血，否则钓不出来大鱼。成交。从谢强家出来后，看到并没有人尾随，余生说要去办点事，便和燕妮分开了。其实他是想返回谢强家。余生隐身夜行，虽然一夜没睡，但却丝毫不困。只要进入隐身状态，他就会得到4维能量的冲刷，完全可以取代睡眠，甚至让身体素质不断提升。他悄然回到了谢强家门口，正好鬼市那几个同伙也回来了。余生趁机跟进了客厅，躲在角落里。彪子，遇到合适的买家了吗？试探了几个都不敢碰青铜器，你那2个怎么样？女的就是摆设，但男的太厉害了。随后谢强把经过说了一遍，众人都听得惊讶不已。强哥，那娘们真漂亮啊！彪子，你不要给我惹事，要女人就不要做交易，做交易就别碰女人。行，那下次什么时候交易？让七哥把货送过来。等到中午看看，如果没人来包饺子，就证明2人没问题。下午就让七哥送货，晚上约他。说完就各自回屋休息了。余生找机会挨个卧室查看，已经确定无疑，这窝点里只有那个青铜是真的，其他成箱的全都是假货。这是挖坑等着埋人呢。如果燕妮被那些假货忽悠，那就太尴尬了。谢强这些人只是盗墓团伙里最下游的马仔。余生突然想到还有件要紧的事情，于是就找机会溜走了。这是谁放在这里的？不知道，我早上来的时候就有，以为是您留在这的。大佬微微一震，猜到了几分，赶忙拿起 U 盘插入电脑。紧接着音频响起，只见大佬脸色越来越凝重，他明白为什么放在这里了，因为除了他，别人解决不了。院长不难动，难的是他那个派系，也就是他的背景。给皇局送去，让他雷霆出击，该抓的抓，该杀的杀，必须快刀斩乱麻，任何事不用请示，避免矛盾公开化、复杂化。
大佬微微松了一口气，这件事必须办好，否则自己的黑料就有可能被送到京城。必须弄清楚这个人是谁。黄菊听完音频，回想大佬的指示，脊背冷汗直冒。昨晚赵婉还在自己床上啊，今天抓了他，他能不怨恨，拖着自己一起完蛋？让钱院长跳楼自杀，赵婉殉情，把雇佣的病人都抓起来，涉案的医生全部批捕。随后，黄菊把程辉叫到了办公室，给他放了音频。程辉瞬间脸色苍白。你好像很意外，难道不是你录的吗？绝对不是。那是谁？程辉明白，不坦白不行了。是徐美娟。他为什么录这音频？他可能想留个把柄要挟我，录之前不知道我会说什么。可这件事和你无关了。他放出这个音频是针对谁？想要达到什么目的？他大概是想和我结婚。关于徐美娟，你是不是隐瞒了什么？程辉沉默，确实隐瞒了怀孕的事，所以这女人才发疯，她没有退路啊。你要明白，这件事已经脱离了你的掌控，甚至脱离了我的掌控。你不说实话，不但我被动，你更危险。说吧，他背后还有什么人？他背后没人呢。这不扯淡吗？没人，大佬发什么疯？黄菊相信程辉真不知道，没必要隐瞒这个，背后站着大佬不是天大的好事吗？徐美娟肯定不想暴露这件事。当然，保护举报人是必须的，这件事不会泄露出去，你放心吧。黄菊直接下了保证，然后接着说道：我觉得徐美娟能力很强，适合当护士长。你本人提到主任没有难度，我衷心的祝愿你们有情人终成眷属。发生什么事了？余生简直哭笑不得，他猜到了开头，却没有猜到竟是这个结局。余生本以为找到了程辉和徐美娟的致命把柄，没想到结果却是两人同时升官，还有情人终成眷属。呵呵，真是造化弄人，这结果真是让我哭笑不得。先不浪费时间跟踪了，赚钱要紧。万伯，我在鬼市淘到一块古玉，你看卖给谁合适？找徐厚平，他是收藏家协会理事，再让他给你介绍几个企业家，那些人好面子，只在乎真假，不在乎哪来的。你只要露一手，他们绝必出高价结交你。多谢前辈。随后，余生打电话给徐厚平，两人约好在五洲大酒店的包间面谈。这是京微电子的董事长张殿中，这是鸿海集体总经理栾百林。古玉呢？我先看看。徐厚平迫不及待地接过玉佩，其实他真正关心的是余生的水平有多高。确实是真的，可鬼是那么黑，你怎么鉴定的？徐老，我跟你说实话，根本不用眼睛看，拿手一摸我就知道真假。听完，众人惊得眼珠子差点飞出来。我正好买了一块古玉，老弟你先蒙上眼。余生笑呵呵的蒙住了眼睛。就这个，你摸吧。这是假的，不用摸，真的或许要摸一会儿才知道年代。假的，徐律师你再看看。确实是假的，古玉都是手工活，没有这么平的。这个是机器切的，圆孔是电钻打的，更何况那沁色是染的，能擦掉啊！我操！栾柏林尴尬了，这差距也太大了。徐理事，于老弟这块玉佩值多少钱？这一块玉的缺点是没盘，玉的盘出来才值钱。但就这个玉佩的质地和造型来说，都是上品，即便没盘也值200万。如果盘出来，那至少得1000万以上。他这完全是帮着余生说话，因为这明摆着是盗墓来的。老弟，200万我买了。我出300万，老张你别和我抢，我必须买个真的，否则出不来这口气。老弟，我就佩服你这样的高人，以后哥哥买东西你可得帮着长长眼。没问题，栾哥有事尽管找我。菜过3巡酒过5味，徐厚平不经意地说了一句：你们听说钱院长自杀的事了吗？怎么回事？骗保的事被揭发了，也不知道谁举报的，直接捅到1号那里去了，一点缓和余地都没有。捅到1号那，不至于这么激烈吧？是不是有什么别的原因？我听出租车司机说，是一个叫徐美娟的护士举报的，目的是弄死赵婉。因为徐美娟怀了程辉的孩子，小三上位总是血淋淋的。徐厚平3人都瞠目结舌，这出租车司机也太牛逼了吧，知道的这么具体。玉佩卖了多少钱？300万。多谢您老指点。有些经验是书上没有的，一般人也不会教你。比如鬼市这种地方，你尽量少去，常在河边走，肯定要湿鞋。你要记住，在警方必须有自己的人脉，否则出事来不及。我明白，在我们国家做生意上，避不开权贵，下避不开江湖，只能在中间小心游走。随后，余生又借了一些古玩学习资料就离开了。看着他远去的背影，万婷不禁感慨道：真是不怕比你有天赋，就怕有天赋的人比你还努力。屏幕前的粉丝们，你作何感想呢？天色渐晚，余生匆匆赶到谢强家外，然后隐身等待送货的到来。没多久，
一辆货车开了过来，卸下一台未拆封的冰箱。余生已经感应到了纸壳箱里面全是文物，但他没有跟进屋，而是上了小货车。他的目标是文物的源头。等到货车停到仓库里，余生发现判断错误，这里真的只是一个家电仓库。余生略显失望。此时，谢强突然打来电话：“老弟，方便吗？有好东西吗？”“当然，你什么时候能过来？”“马上。”余生挂了电话，然后接着给燕妮打过去。刚才谢强打电话，有大批文物要和我交易，我现在去他家，你马上带人过来，把他们全端了。寻美监背后没人。听完秘书的汇报，大佬满腹疑问：“是的，荒谬，总不能是寻美监送来的吧？这两人最近得罪谁了？得罪赵婉了，可赵婉已经殉情了。密切关注，后面必定还有动作。程辉两人升职，会不会惹怒那个人，然后迁怒我们？不会的，种种迹象表明，那个人不是穷凶极恶的犯罪分子。我们现在什么都不用做，静观其变。”余生来到谢强家，他的手机揣在兜里，处于通话状态。这里说什么，燕妮那些人都能听见。他们需要确定这些文物都是真的，不是挖坑，然后才能抓人。货呢？你想要哪一类？除了青铜器都拿出来，只要是真的，我全要。好，先看瓷器。接着，4件精美的青花瓷器摆在了桌子上。明月之音涂梅瓶，真美，这是乾隆时期的。源远流长球瓶，乾隆时期的。青音图观音瓶，山野青韵棒槌瓶。咦，怎么都是乾隆时期的？这要巧的吗？是挺巧的。余生是故意说给燕妮他们听的，这就足够抓人了。果然，门外传来女人的敲门声。看水表了。谢强众人顿时紧张起来。余生连忙说：“我尿急。”说完径直走进厕所。哪知道彪子也跟了进来。余生吓一跳，看到彪子眼底泛着的杀气，他越发警惕。此时，几个小弟已经把文物收回卧室。谢强这才泰然去开门。门开的一刹，谢强瞬间就察觉不对，瞬间尖叫：“彪子，快抓住！不许动！”与此同时，余生做出了一个极其大胆的选择。他知道单打独斗绝不是彪子的对手，于是瞬间进入隐身状态。人呢？彪子正发呆的时候，余生已经隐身到了他侧面，一把利器直接插入他的太阳穴。此时，燕妮等人突然进来，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。胡坚强更是脊背直冒凉气。这 TM 到底什么人啊？真的只是文物鉴定专家？余生感觉气氛有点不对劲，赶忙解释道：“这人要杀我的原因，是因为你。因为我……他以为你是我女朋友，所以要杀我，就这么简单。”燕妮表情有些不自然，急忙转移话题说道：“你去把真的挑出来，今晚就收工了。这人是我杀的，没你什么事。”这明目张胆的违规，队友们都表示没看见。谢谢。余生知道这绝对是保护他，否则盗墓团伙的报复且不说，在古董圈内的名声也不好。仅凭这一点，余生的所有付出都值得，他真正赢得了燕妮的友谊。余生帮助燕妮成功端掉了文物贩子的窝点，本以为会有什么犒赏，结果却憋了一肚子气，独自回到家中。哼，居然让老子自己回来。不过他完全能够理解，毕竟燕妮破了这么大的文物案子，缴获上百件珍贵文物，必须连夜审讯，顺藤摸瓜，找到盗墓团伙的核心成员，扩大战果，哪有时间管他？但是他却不知道，燕妮是刻意不送他，因为他说过明码实价，睡一夜给100件文物，现在文物给了，那燕妮还不装傻？难道给他机会啊？可余生想的却是另一回事，他感觉自己太锋芒毕露了，或许病方已经开始监视自己了。他决定这段时间不能随便隐身，集中精力刻苦学习文物鉴定的知识。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古玩城老板郑云龙的电话打来了。老弟，你玩过赌石吗？没有，咱们这有吗？我怎么没看见？也罢，你这话说的把我都整迷茫了。没人邀请你吗？正好明天新到一批原石，我和人约好对赌，在古玩城3楼，上午10点，你过来帮我把关。这地方一般人不让进，得有人邀请，到时你就说我名字就行。明白了，我肯定的。而此时的警方内部却炸了锅，产生了剧烈分歧。他昨晚杀人的事情已经证明余生的极度危险，今天他又成功甩开跟踪，证明他有极强的反侦查意识，必定是受过严格训练的顶级特工，必须立刻抓捕，让他说出同伙在哪。燕妮气得两面通红。特工是卸磨杀驴吧？如果不是我的要求，余生会单枪匹马和盗墓那帮亡命之徒死磕。你们要抓捕余生，我立刻辞职。听燕妮说要辞职，胡坚强立刻冒了冷汗。别冲动，我们不抓了，因为特工已经超出我们的权限，移交安全局调查吧。燕妮听完也没脾气了。站住！这里不接待普通人。郑云龙邀请我来的。郑老板会邀请你，你这样的混子我见多了。和里面人对照一下，没发现自己缺点什么吗？我缺什么？你能看出来？你缺钱。余生回头一看，顿时愣住。说话的人貌似是个富二代，但余生更惊讶的却是他身边的女人，居然是同龄，当年放弃了自己的自行车，选择去做他的宝马。
余生没想理会童林，接着对男子说道：“这世界就是一个草台班子，你给我装什么男神？每一个女神都拉屎，谁配笑话谁？记住，今天轮到我了，有种和我赌一把。”童林被雷傻了，心中只剩下一个念头：这是余生吗？那个舔狗绝说不出这种话来。小子，别说我莫云聪欺负你，今天我和你赌一局，赌注由你定，说个数字我听听，3000还是5000？哈哈哈，莫少，我跟余生斗地，赌注还是你定吧，多少我都跟。哎呦，郑老板，原来是你的手下，那就算了吧。你可别乱说话，余生老弟可是有身份的人，在古玩行也是大名鼎鼎的传说级人物，我们平等论交，他能叫一声大哥，我已经很荣幸，可不是我的什么手下。童林脑袋嗡的一声，他怎么会有如此身份地位？莫云聪彻底尴尬了，但此时退无可退。好吧，那就赌300万吧。300万不需要争个多底，来吧，你说怎么赌？每人选100万的原石，只限制金额，不限多少块，当场计时，谁的价值高谁赢。很公平，没问题。余生爽快答应，双方敲定规则，立刻进了赌石厅。余生目光一扫，这赌石厅里的原石也只有30-40块，但大小都非常统一，没有比篮球小的，难怪不让普通人进。就这么几十块，还是才进的原石，这已经不少了，都是全赌的料子，没有一个开窗的，玩的就是一个心跳，就赚一个刺激。只有2人对赌才赚钱，能把赚钱的概率提升到50%。2人看过原石之后，开始选择。你先选吧。我就选这块。哈哈哈，你果然什么都不懂，想讲我选好的是吧？可我根本没看好这块。莫少，你误会了，我非常看好这块。老板，承蒙惠顾，这块原石89万。余生倒吸了一口凉气，这价格太吓人了，这是全赌原石啊，根本没有开窗，才10几间。但没办法，想便宜去公盘，这里就是给富人玩的地方。余生突然愣住了。我是来兑现承诺。100个文物换1页。滚，是开车办驾照的承诺。童林已经看到了燕妮，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，赌石厅所有的光彩都被燕妮夺去。老弟，你真是大手笔，吓死宝宝了！100件文物，有你什么事？今天是我和人对赌，余生是来帮我的，结果他和莫少先赌上了。不是10点吗？人呢？还没到。那个土豪家里有矿，资产几个亿，喜欢附庸风雅，卖弄文化。燕妮心中感慨，看看人家赚钱有多简单，还不犯法。就在这时，莫云聪选好了原石，他根本没心思细看，完全被燕妮吸引住了。仓促之间选的原石，居然是那唯一的斗种。我选好了，先计时吧，让你看看什么叫原石鉴定专家。赌石不是靠耍小聪明的。敢不敢加码？没钱不要紧，把你的车压上。莫云聪微微一颤，他哪来的底气？真是见鬼了！玩玩得了，赌车就别了。不敢赌就别废话，切吧。一辆 S600而已，你喜欢我就压上。好，我输了赔给你300万，加原来的赌注，总计600万。燕妮瞬间明白，他赢定了。莫云聪也很兴奋，他也感觉赢定了。童林心中则是忐忑不已。如果输了，在余生眼里，他就变成了一个笑话。你们别赌了，剩下的料子极差，再没有翡翠了。我用你买的这块和他赌怎么样？那你一块石头切2遍，你骗人啊？不是，切1遍，2人下注，互不影响。那个人能干嘛？别人或许不行，他可以。那行，你赢定了。余生在赌石现场完胜莫云聪，赢了300万现金和一辆 S600。郑云龙跟着余生也赢下了自己的老友王子安。随后几人一起来到酒店包间摆酒庆贺。老弟，鸡蛋不能放一个篮子里，有没有兴趣投资矿山？我不是没兴趣，是没鸡蛋。老弟，赌石这个行当对你来说就是提款机，各个公盘走一趟，什么都有了。我不想专门去赌石，古董圈就很赚钱。我还是那句话，你缺的不是鸡蛋，是篮子。这社会就是狩猎场，大鱼吃小鱼，小鱼吃虾米。你把财富集中在一起，小心让大一口吞了。可以随便找个理由，比如说你的文物来自盗墓。相信我，有这种能量的人很多。除非你有高层人脉，没人动你，但你暴露了让大鳄都垂涎的能力，却没有同等高度的大佬保护你。老弟，你明白后果吗？你就是一盘菜，财富是小事，毕竟你还不胖。最可能的结局是你被人抓起来当工具人。余生顿时一股凉气从脚后跟升起，直接冲到头顶。燕妮也是脸色凝重。就像鲨鱼对血腥的敏感，财富是最诱人的。我敢打赌，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在调查你、研究你、设计你，包括墨家，黑的白的，就看谁先动手了。所以今天把饭吃饱，想好对策，然后再走出去。对了，怎么没人给你打电话？这不合理啊！早上出门发现有人跟踪，我怕被人通过手机定位，所以关机了。话音未落，
包间的门被推开，走进来一个中年人，睥睨凶残的目光，手中拎着一瓶白酒，后面跟着几个小弟。郑云龙三人一看见他，瞬间变色。哈哈哈，余生老弟是吧？我是孟庆阳，你可能不了解我，不要紧，喝了这杯酒，你就是我的小弟，以后你的事就是我的事，跟哥哥走，什么都有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杀个李国民还得花5万块钱买栋法医，我没心去跟你这样的瘪三走，也不会喝你的酒。众人瞬间变色，几个小弟目露凶残。小子，你真他妈给脸不要脸！闭嘴！是燕妮告诉你的吧？没用，他保不住你，信不信？咱们打个赌，怎么样？我赌你活不过今天晚上。如果你赢了，从明天早上开始，我就是你的人，你让我干什么，我就干什么。众人都震惊不已，还有人敢和孟庆阳说这话，而且还约在今晚决战。好，我喜欢，果然是高人，痛快！我在风月山庄等你。说完，孟庆阳带着小弟们离开了。包房里一片死寂。郑云龙和王子安都呆呆地看着余生，仿佛不认识一般。倒是燕妮并未出乎意料，余生原本就这么强硬，文物贩子瞬间就被反杀。老弟，你是准备拖延时间跑路吗？王哥，你别逗了，为什么不是他跑路，就他也赔成大鳄吗？可就算能弄死他，你怎么善后？我不需要善后，因为不是我干的呀。郑云龙和王子安终于明白了，这位背后有人啊。可燕妮却知道余生背后没人，只是撇清他自己而已。燕妮开着今天迎来的 S6吧，把余生送回了家。刚刚在车上，燕妮给了他一个暗示，说有人怀疑他是特工，手机已经被监视。于是他把手机扔在桌子上，打开电脑，开始放音乐。这只是为了掩盖家里没人。随后他就隐身出发，很快就来到了风月山庄，轻松进入了别墅。1楼都是小弟，余生径直上了2楼。老公，那个人有那么厉害吗？黄菊说他可能是特工。天啊，那你还要去招惹他？我是见过他之后觉得不对，重新问黄菊，他这才说出特工的事。之前只说他杀了彪子，帮着警察抢走了我们的文物。余生心中一动，原来文物的源头在孟庆阳这里，那就抓紧派人暗中干掉他吧。你不明白他的价值，他可以蒙着眼睛辨别古玉真假。我有点纳闷，他怎么会是特工？这种人没必要当特工。我有了他就可以横扫翡翠公盘，赚他几百亿，怎么能干掉他？他会不会直接跑路啊？那不可能，我孟庆阳能混到今天，靠的不是心狠手辣，而是这双眼睛。我绝不会看错人。我怀疑中午即便是当场翻脸动手，输的也是我。余生只是不想公开杀人，给警方留下把柄而已。说完，孟庆阳转身离开了。刚走出房间，黄菊就打来了电话。老黄，什么情况？余生一直在家，反倒燕妮的定位显示就在风月山庄附近，估计在暗中监视你。黄菊的声音传来，让余生浑身一抖，气得差点退出隐身。他居然被刺燕妮，不弄死这老阴蔽，胸中快垒难消。哼，很好，这是送肉上门啊。刚子，燕妮就躲在山庄附近监视我们，你去把她找出来，千万别让她跑了。明白，放心吧，老大。余生一阵头晕，多好的局面让燕妮搅和了。燕妮必须得救，区别只在怎么救。立刻阻止是下策，那就只能暴露隐身，彻底被动了。上策是等他们抓来之后，只剩下孟庆阳的时候，甚至衣服都脱了之后，想吃肉不是吗？那就付出生命的代价。梅香，你去把听话水拿来。天啊，奴家还不够听话吗？不是，燕妮马上抓来了。很快，梅香就拿来一个玻璃瓶，里面是透明的液体。要混进酒里吗？不用，你混什么他都不会喝，不如直接灌。哥，不是一滴就够吗？哼，多点不要紧，是死是活看他运气了。哎，嘎，燕妮警官，这么巧啊？你们怎么发现我的？这个你问老大。走吧，我们老大有请。带路。先把枪交出来。我没枪，这是私自来的，队里不批。不是我不信，规矩就是规矩，我要搜一下。你别太过分，等我成了你大嫂，你还不死定了？刚子想想也对，别得罪太狠，万一成大嫂了呢？于是众人带着燕妮往别墅走去。美女果然好胆色。哼，你胆子不小，居然敢抓警察，看来你在作死的路上越走越远了。没错，我这条路是不可能回头了。抓警察还是最小的罪名，我再给你加一条吧，给我按住他，别让他乱动。孟庆阳掏出小瓶，向燕妮走去。等等，我们打个赌如何？随便你赌什么，就赌1个小时，你要不死，我给你当老婆。是不是余生已经到了？孟庆阳陡然警觉，刚子，注意警戒。
一众小弟随即冲出别墅。他人在哪？在楼上。他只能赌余生已经进来了，但楼下显然没有，只好说在楼上。但就是这一句话，却让孟庆阳头皮发麻。好，跟我上楼。孟庆阳掏出枪来，枪口晃动一下，二人很快来到2楼的走廊。燕妮突然听到背后传来诡异的倒地声，她豁然回身，瞪大了眼睛，只见孟庆阳的太阳穴插了一把匕首，而他的沙漠之鹰手枪已经到了余生的手中。燕妮看到余生身体一晃，差点晕倒在地，余生赶忙上前扶住了他。能不能告诉我你来干什么？我他妈来帮你啊！先别哭，卧室还有一个女人。余生先把孟庆阳的尸体藏进卫生间，趁燕妮不注意，把那瓶听话水收入怀中。这东西绝必有用。梅香看见两人，脸色瞬间惨白。孟庆阳死了，能听懂吗？懂，哥哥，以后我就是你的女人，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。这个壁狐狸精，不要那个 B 型脸了。孟庆阳的文物是哪来的？他和盗墓团伙合作，人家给送来的。孟庆阳再通过各种渠道把文物洗白，鬼市那只是一个渠道，还有拍卖行、古董商，或者直接拿来行贿，换取别的好处。文物放在哪？在别墅的地下室。具体怎么进去？说清楚。从储藏室进去，墙壁上有个暗门的开关，地下室里全是文物，我可以带你们进去。梅香生怕自己失去价值，燕妮则皱起眉，下楼肯定暴露了。我现在请求支援。傻瓜，你知道是谁暴露你的位置吗？是黄菊。燕妮浑身一震，满脸的惊讶和愤怒。举事接住你毒亲，你确定要继续走警察这条路吗？确定，惩恶扬善是我的理想。很好，惩恶扬善是吗？那就不用叫支援了。我们已经惩恶完毕，扬善是给善良的人奖励。你没钱做不到，有钱才能扬善。我们去拿点文物怎么样？你要都吞掉。换个人说这话，他一个大嘴巴呼过去了。但对于生就无限宽容。不，只拿最值钱的几个。另外，我可没杀人，你也不能和黄菊硬杠，所以我们都没来过这里。放心，我保证没人追查孟庆阳的死因。燕妮瞬间明白，黄菊不可能追查，最后把他自己牵出来，那是找死。只要余生退一步，燕妮又不承认来过，谁说都没用，数百个小弟一起喊都没用，黄菊一句话就可以结案。但他要是真叫支援，一切都绕不开了，就和黄菊对上了，结局只能是鱼死网破和官斗太犯忌。让他带你走，不用管我。说完，余生独自走出了卧室。这家伙怎么才能进密室还不暴露？梅香感觉自己的结局必定会被灭口，因为他是知情人啊，而且知道的实在太多了。姐姐救我，你是警察，不能看着我被杀，我可没做过犯法的事，都是孟庆阳干的。你能带我离开吗？能，只带你一个人没问题，带男人不可能，孟庆阳的手下肯定会怀疑。好，我们一起出去，你让小弟管我叫大嫂，光明正大的送我离开，然后你就自由了。记住，你没见过那个男人。你们都给我听着，以后燕妮姐姐就是大嫂了，叫人吧。大嫂好。燕妮点头，似乎很满意大嫂这个生活，顺便看了一眼还在懵逼的刚子。随后梅香亲自开车把燕妮送出了别墅。你自由了。说完，燕妮独自离开了。梅香这才松了一口气，现在她真是想去哪去啊？当悬着的心放下，她又忘了初衷，她不想逃了。哼，不行，我得回去，那一切都是我的。贪婪蒙蔽了理智，他迅速掉头，又开车回来了。如他所料，众小弟依旧没有怀疑。梅香兴奋极了，从来没这么刺激过，他径直上了楼。很快在卫生间找到了孟庆阳的尸体。这和老娘可没关系，是我出去之后，他才被杀的。他正准备扮演烈妇哭男人，可是下一秒，一柄匕首毫无征兆地插入了他的心脏。他愕然睁大眼睛，看着凭空现身的余生，彻底呆滞了。你不该回来，跑是你唯一的活路。但是为时已晚，梅香倒在了孟庆阳的身边。随后，余生便拎着装满文物的箱子隐身离去。这还没到1个小时，他就成大嫂了，而且老大还放他走了。众小弟突然也觉得不对，可又确实没别人进别墅。刚子赶紧给孟庆阳打电话，没人接。不好！众人齐刷刷上了楼，很快在卫生间找到了两人，全都惊呆了。梅香居然杀了老大，然后自杀？放屁！这怎么可能？可别墅里没外人啊！众小弟全体懵逼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报警！当黄菊接到汇报的时候，脑袋嗡的一声，好在不是燕妮报的警。他怎么也没想到，余生说孟庆阳活不过今晚，居然是真的。几百小弟的保护还是白搭，关键是连人都没看见。他想起自己被刺燕妮，冷汗就湿透后背。事实很清楚，梅香杀人后自杀，不要节外生枝，
快速结案。另外，让燕妮带100特警去查封别墅，收缴地下室所有文物。众人明白了，燕妮的春天来了，这是天大的功劳，精准的砸在他头上。余生回到家中，刚藏好箱子，敲门声就响起。他关掉了音乐，然后去开门。你杀了孟清扬 Who are you？ 回答我的问题。我不知道你说什么。少跟我吹得明白糊涂。余生再次仔细打量了他，确认他不是公职人员。先告诉你的名字，从哪来，然后我再告诉你。从哪来你不配知道，但我可以告诉你，我的名字叫王希光。说吧，怎么杀的孟清扬？呵呵，同样的话送给你，你不配知道。你真不知道天高地厚，你以为杀了孟清扬就可以和我平起平坐了？告诉你，孟清扬只是我家养的一条狗，本来你给我当狗还有一线生机，现在当狗的资格都没有了，你就给孟清扬陪葬吧。说完，径直探手抓向余生。余生快速闪躲进了屋，王希光如影随形，随手关上了门。小子，给你最后一次活命的机会，你是怎么杀掉孟庆阳的？打上门了还不说来历，那就去死吧！余生话音刚落，就凭空消失了。王希光瞬间懵逼，刚想转身逃走，一刹那，一把弹簧玩具插入他的后腰，腰子被刺是喊不出来的。余生检查了一下他的身上，居然掏出一把枪。他把王希光的手机关机，把他塞进旅行箱中，随后隐身迅速离开了。隐身余生悄无声息地解决了孟庆阳和他的情妇燕妮，巧妙利用大嫂身份成功逃过一劫。没想到回到家的余生再次遇险，不过还是凭借无敌的隐身术成功脱险。呵呵，现在是时候去会一会那对狗男女了。亲爱的，你怀孕就别喝酒了。红酒没事，最后一次。一杯酒下肚，两人便陷入一种迷离恍惚的状态。她怀的孩子不是你的，不是我的孩子。过量的听话水让程辉受了严重的刺激。孩子到底是谁的？有力的大手一把掐住了徐美娟的脖子，越来越紧。而徐美娟居然不知道挣扎，只是瞪大了眼睛。她已经感知错乱，分不清危险和快感，现实还是游戏。她就这么一动不动的，直至窒息而死。奸夫来抓你了，拿着枪杀了他们。此时，王希光的枪已经拿在了程辉的手中，他非常听话的拎着枪去开门了。门外站着4个彪形大汉，他们察觉王希光失踪，定位之后找到程辉家里。可他们万万没想到，程辉明晃晃的拿着王希光的枪对准了他们。程辉毕竟神志不清，一枪没开，却身中4枪，直接 over 了。4个人紧接着冲进房间，开始搜查，很快在衣柜里找到了放着王希光尸体的箱子，再结合徐美娟的尸体，是程辉杀了王希光。估计是王希光见色起意，胁迫了徐美娟，关键时刻被程辉撞见，程辉受了严重刺激，一不做二不休，直接从背后干掉了王希光，掐死了徐美娟。怎么这要巧？孟庆阳刚死，王希光就死，王家人能善罢甘休吗？正因为孟庆阳的死，让王希光受了刺激，他才擅自行动，寻找女人解压，最后发生意外。事实如此，谁也改变不了。就像前世的余生没有任何辩驳的机会，直接被判处死刑。现在的程辉也一样。秘书向大佬汇报了昨晚的事，孟庆阳、程辉、徐美娟全部升天。这是谁干的？我猜测是余生、程辉两人的起因在王希光，而昨天下午死的孟庆阳就是王家的狗。孟庆阳的死因同样高难，但他死前得罪了余生。再回头查徐美娟的电话记录，他也是认识余生的。然后秘书便开始讲余生的神奇：古玩街捡漏，蒙眼摸古玉，赌石赚奔驰。他应该在家吧？我去拜访一下。这太危险了吧？你想多了，他哪一次是无故杀人？包括徐美娟和陈慧，他们有什么仇怨，外人不可能知道。走吧。余生大仇得报，心情舒畅，他要躲避一下风头，沉淀一下，千万别给大佬们留下气张跋扈的印象。真是树欲静而风不止，无论是谁来找麻烦，都不足以让他动容，这就是隐身给他带来的底气。结果开门后，他愣住了，外面的两人他居然认识，就是1号大佬和他的秘书。我是李长庆，听闻于老弟在古玩和赌石界的传奇，心中佩服，特意前来拜访，冒昧之处还望见谅。呵呵，我说咋这么面熟？原来电视上见过。大佬能来看我这个无名小卒，真是荣幸之至。来来来，请进请进。我也不喝茶，家里没准备，真是怠慢了。无妨的，我向来信奉一个道理，能人干什么都能，平庸的人干什么都平庸。我很想听听于老弟对江海市的经济发展有什么意见和建议。余生明白了，大佬知道他之前曾在创投公司工作过，对经济发展应该有自己的见解，这是摸他的底，看看到底几斤几两。您老人家太高看我了，我没有任何看法。正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，这世界上的道理都是相通的。你有没有创业的打算？我们可以重点扶持一下。大佬是在试探着抛出橄榄枝。
我先谢谢您了，可您别以为我闹腾的欢就发财了，我现在总共就700万，够干什么？从0到700万才是最难的，往后就是资本增值的游戏了。我很好奇，你的发展方向是什么？我要说没有方向，您肯定不信。可事实就是，在我很穷的时候，我有很多幻想；在我有钱的时候，我什么都不想了，因为我没有生存焦虑了。您信吗？我信，这社会谁能做到没有生存焦虑？几百亿的富豪也不例外，每天害怕被大鳄吞掉，而你没有，证明你的底气不是钱，谁也拿不走，这才是真正的富有。如果把人拿走呢？你胡说什么？对不起，于先生，我是想说，在大家都平庸的社会，超凡就是有罪的，承受的碾压是最沉重的，甚至生存都成了问题。正所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，于先生还得早做筹谋啊。我打个比方吧，我之前根本不认识孟庆阳，毫无瓜葛，怎么筹谋才能想到他会在我吃饭的时候跳出来，逼迫我给他当狗呢？大佬一看，意识到招揽失败了。正所谓装睡的人永远叫不醒，但反过来看，他的目的也算达到了，因为余生以后不会再去他办公室送证据了，再无任何威胁。说到孟庆阳，你要小心王家，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，可以直接给我的秘书打电话，我相信我们会有合作的机会。我还有事，就不打扰了。你知道孟庆阳背后的王家什么情况吗？知道一点，王家在那个专门对付特工间谍的部门很有分量。孟庆阳找你应该是王家的受益，但他的死不会算你头上，他只是一条狗，让他咬谁就咬谁，死了就死了。你的意思，王家不会找我麻烦？不，肯定找你麻烦，但不是因为孟庆阳，而是在别的地方。比如我们的通话，王家可以听见。明白了。燕妮这话等于给了王家一耳光，旗帜鲜明地站在余生这一边。大佬对余生试探过后，便对他解除了戒心。随后，余生从燕妮口中得知自己已经成为王家的眼中钉肉中刺。余生正在思考对策的时候，莫少聪突然打来了电话。我是莫云聪啊，莫少，你是输得不够惨，还想再赌一次吗？因为那件事，我被家族长辈骂了一顿，不是因为输钱，而是输了人。我们莫家是做珠宝的，正需要你这样的高手。我郑重邀请你来莫家做客，给我一个挽回的机会，如何？余生突然对他刮目相看，能屈能伸才能做大事。不过他转移话题说道：“你了解王家吗？就是孟庆阳背后的王家。”我只知道荣盛集团的王川是王家在商业领域的代表，但王家主要人脉都在特殊部门，那些我不了解。谢了，以后有机会合作。余生挂掉电话，开始在电脑上搜索荣盛集团的详细资料。仔细研究之后，竟然查不到这公司的主业是什么。是你杀了孟庆阳和王锡光，报上姓名。我是王川，你不用否认，能杀掉孟庆阳，就能用相同的手段杀掉王锡光。其实你知道不是我杀的，否则没必要打电话，直接抓我就是。你们只是需要一个借口，是不是我杀的不重要，重要的我能给王家带来利益，对吗？小子，你太高看自己了，我只是通知你一声，准备好后事，王家人没有白死的。余生突然觉得王川的动机很值得怀疑，有必要提前说出来留下把柄吗？估计王川是在吊我，想让我主动去杀他，就像杀孟庆阳一样，看来已经准备好了陷阱。哼，那劳资就陪你玩玩。此时京威电子董事长张殿中突然打来电话。哎呀老弟，我给你打电话都没接，可把我急死了。听说孟庆阳找你麻烦，怕你有什么闪失。多谢老哥关心，我现在没事。你没事就好。对了，上次说好的古玉已经准备好了，你什么时候方便？老地方，中午11点。昨天从孟庆阳家里带回来一堆的极品古玉，余生随意选择了一个龙形配，沁色不错，玉质顶级。余生老弟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星罗拍卖行的老板罗新竹。很高兴认识你。幸会幸会。余生把古玉拿出来，放在张殿中的面前。古玩行的规矩，东西不能过手，最忌讳从一个人手中交到另一个人手中，万一摔碎了，无法划分责任。余老弟的东西真假是不用怀疑，罗经理看看值多少钱。这枚古玉上不了拍卖行，出土时间太短，我只能给出100万的估价。法律规定，建国后出土的文物都是国家的。他说出土时间太短，已经很委婉了。什么年代的？应该是汉代的。沁色只能证明是汉代的墓葬出世，但玉佩是商代的。这个商代的依据是什么？咱先说价格吧，1000万，少了我拿回去。风险太大。罗新竹指的是有被官方没收的风险，但没有否认玉佩的价值。罗经理可能不了解余老弟，风险是不存在的，1000万我买下。他这句话充分展示了一个企业家的基本判断力。理由就是余生说孟庆阳活不过晚上，他就真没活过晚上。
余生大摇大摆地来卖古玉，当着罗新竹这个人证的面，敢开价1000万。要想没收这枚古玉，得先把余生抓了。如果能抓余生，还等今天吗？余生卖这玉就值1000万，换成盗墓贩子来卖只值10万，这是文物的定价逻辑。张殿中今天打定主意必须买这块玉，不是为了赚钱，只为和余生的关系拉近一步。随后他干脆利落地转账完毕。到账1000万元。余先生，我听说过你蒙眼辨别古玉的事，这是什么原理？无他，为手熟耳。老弟，你上次那个翡翠原石是第一次摸吧？是的，不过我摸了几分钟就熟练了。那你为什么不直接去翡翠公盘赌石？那太危险了，我去把所有高档翡翠一扫而空，让珠宝公司买什么？这等于摧毁了赌石行业，很容易被人打黑枪。两人顿时无语，公盘有90%都是切开的明料，价格高的离谱，余生拿什么一扫而空？但他们也不傻，知道余生肯定要去的，只是不可能承认。确实，余生正在为翡翠公盘做准备，他心中早已有了谋划。老弟，我给你一个建议，类似孟庆阳那种事情，以后会经常遇到，你应该雇佣一个贴身保镖。没错，有事保镖上，这叫防火墙。尤其是在外地，在人家的地盘上，你没有根基，千万不能亲自动手，否则一个警察就要你命。反抗就是袭警，不反抗就丝丝入扣，合理合法整死你。余生点点头，身边没人的确是个致命的弱点，可他没遇到合适的人。突然他想到了燕妮。我需要一个心腹保镖，有没有合适的？巧了，有一个刚被开除的特警，你要不要？开除不要紧，关键是为什么？他打了女记者一耳光。看来人品不错。问他干不干？给我挡子弹，1月5万，死了给100万。我现在帮你问问。打女记者怎么就人品不错了？我统计过，凡是打女记者的警察，人品都杠杠的。警察不知道打女记者的后果吗？稍微功利一点的人都不会这么干。想想这个警察的多么耿直，就为打一巴掌把工作丢了，说他人品好一点错没有，这样的人才能挡子弹。你这么年轻，对人性的理解这么通透吗？呵呵，死过一次就开悟了。我让他开那辆奔驰去找你，他叫冯铁山。很快，冯铁山就开车接上了余生。老板好。余生看到冯铁山那张坚毅的面孔，不禁莞尔，和他想象的一样。冯铁山感觉今天就像做梦，刚被开除，燕妮就给找了这么个活儿，比起特警要的多了，还开着奔驰。燕妮说过挡子弹吗？说过，我原本就是防暴特警，枪林弹雨的，没什么区别，放心吧。很好，把你的银行账号给我，先给你转1个月工资。要想让人挡子弹，钱要先给到位，否则慢1秒就是生和死的区别。咦，怎么转了10万？是不是转错了？没错，5万是你的工资，另外5万是我们2个开销用的，吃饭、加油、开房、订飞机票、日常琐事，这些都是你处理，你敞开了花，钱是赚出来的，不是省出来的。花完告诉我，有没有问题？懂了，没问题。先找地方，教我开车。冯铁山给余生大体讲解一遍驾驶要领和注意事项，余生便尝试开着向前，随后在场地里转了几圈，倒车、移库，渐渐娴熟。余生感觉练得差不多了，现在就缺一个驾照。此时，燕妮突然打来电话，王川打电话举报你倒卖文物。燕妮给余生安排了一个贴身保镖冯铁山，他很满意，没想到下一秒却传来一个很意外的消息。王川打电话举报你倒卖文物，时间、地点、金额、交易人、账号俱全，黄局让我全权处理。让你全权处理？是的，我现在是副队长了，江海市所有和文物有关的案子都由我处理。余生立刻明白，黄局显然是站在他这一边，但有逼迫他解决王家麻烦的意思，否则黄局承受的压力太大。余生突然想到，这是个天赐良机。你给王川打电话，说要去荣盛集团当面核实他的举报信息来源是否真实，证据是否确凿。注意，是上门核实，必须见到王川，否则判为诬告，抓捕他归案。记住，你不要一个人去，而且万万不能和你同事分开，任何理由都不行。明白。冯铁山非常惊讶地看着余生，你来开，找个没有摄像头的地方停车。很快，冯铁山开车来到一处空地，把你手机给我。随即两人交换了手机。你直接上高速，一直开，等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，你不用接，立刻返回这里来接我，能听懂吗？不接任何人电话，包括燕妮。没错。去荣盛集团。此时的王川却非常的疑惑，燕妮要去公司总部核实举报人，这有什么用？总之我不可能去见他。余生可能逃走了，他上了高速。怎么可能让燕妮查举报人？难道是为了给他拖延时间逃走？王川有些难以置信。如果是真的，那王希光和孟庆阳就不是他杀的，有那种高明的手段，用不着逃走的。但余生也不可能找到这里，别墅在我女人的名下，没人知道这一点。王川早就在办公室布下必杀陷阱，
然后不停地挑衅余生，引诱他去办公室。可是余生居然逃走了。很快，余生隐身来到了荣盛大厦，正好看到燕4人和服务员在交涉。例行调查，我们要见王川。很抱歉，我们王董事长很忙，没时间。你通知王川，如果他拒绝调查，那他就是诬告，我就要拘捕他。女服务员微微变色，她拿起内线电话汇报给了总经理侯文山。一个小警察敢说要拘捕王川董事长，他背后到底站着谁？紧接着，侯文山用加密电话打给了王川。董事长，燕妮说您是诬告，要拘捕您。妈了个巴子的，我看看他怎么拘捕我！告诉他，我马上到。既然余生已经逃走，他就没必要躲着了。没多久，王川就来到了公司会客厅。听说你要拘捕我，拘捕令呢？请注意，我有执法记录仪。我说的是，你如果拒绝调查，就是诬告，我会拘捕你。好在你还没嚣张到这个地步。咦，这茶味道不对啊，可能我喝好茶喝习惯了。下一秒，王川就进入了一种恍惚的状态，好像所有防御都打开了。王川，你举报余生倒卖文物，那余生的文物从何而来？余生长出一口气，还好，燕妮很聪明，没问证据，而是问文物哪来的。文物是孟庆阳的，孟庆阳背后站着王家，这等于要把王家拖下水。王川一杯听话水下肚，已经进入心口如一的状态，心中想什么，嘴上就说什么。那文物来自孟庆阳，你怎么知道？因为是我给孟庆阳的，我手下有人专门负责盗墓，专门有人洗白、拍卖、出境，完整的产业链。罗新竹就是我的人，我接到王岩的监听情报，就安排罗新竹抢先联系张殿中，正好认识了余生。在场所有人都傻了，连执法记录仪都懵逼了。余生的眼珠子差点瞪飞了，原来这才是荣盛集团的主业。燕妮开始不停的细问，王川交代的越来越具体，全都被执法记录仪记录下来，牵涉王家人越来越多，他开始头皮发麻。这案子得上报部里，否则都得死在这里。燕妮果断越过黄局，直接给部里打了举报电话。王岩根本没把4个小警察放在眼里，可这一面之差让王家险些万劫不复。女服务员察觉不对，想出去报信，却直接被特警控制。注意分寸，尽快了解。燕妮明白了，不要牵扯王家，王川一人做事一人当，王家确实惹不起。王岩没得到王川的消息，却接到了叔叔王志的电话。他的叔叔王志9旬高龄，是一代大佬，王家的定海神针。你们都干了什么？王川不是在做生意吗？就做这盗墓的生意，你们想让王家灰飞烟灭吗？王岩一阵懵逼，不过很快他明白自己太低估余生了。叔叔，那现在该怎么办？立刻让王川自杀谢罪。从今天开始，所有人给我低调，夹着尾巴做人。这是我豁出一切给王家换来的生机，不要让我死不瞑目。好在只要王川死，一切死无对证。王岩飞客下令，执行人王锡范迅速赶到荣盛集团。王锡范是3代领军人物，因为替王岩背锅离开了特殊部门，正好去接管荣盛集团。燕妮，你做得非常好，立了大功。这次给你提队长，现在立刻撤离，什么都不用管了。王川这案子我亲自办。那余生呢？余生是警方的卧底，办案需要，不存在倒卖文物。燕妮长出一口气，然后带着3个特警离开了。接下来都是常规操作。王川莫名其妙的心脏病发作，一命呜呼。王锡范正式接管荣盛集团。很快，余生回到和冯铁山约定的位置。罗新竹来过电话。余生瞬间明白，罗新竹是替王家打听自己的行踪。他随即拨了回去。罗老板，找我什么事？我需要一块玉佩，余先生还有吗？是王家让你问的。罗新竹瞬间脸色苍白，紧接着他打电话给王岩汇报情况。王岩沉默许久。他不会为难你的，你不用担心，因为你啥也不是。罗新竹瞬间凝固，过了许久，举着电话的手臂才慢慢放下，整个人充满了无尽的萧瑟。你下班回家吧。老板，晚上不用我保护吗？余生笑了，他能说实话吗？晚上他谁也不怕。不可能有人上门来杀我，我又不是不出门，何必这么麻烦呢？冯铁山有些将信将疑。杀手都这么讲究吗？你觉得有合适的保镖，再给我介绍一个，你一个人24小时保护会累死。对了，我还真有一个兄弟，是特种兵退伍，就是有点小残疾，他的左手只剩下2个指头，但握拳看不出来，也不影响战斗力。他现在干什么？装卸工，扛水泥。行，我相信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，你认识的人都不会差。他要同意，明天带过来就行，晚上不用给我打电话。余生没说的是，他晚上不在家，只有电话在家。冯铁山也没多想，兴奋地离开了。余生略施小计，就让王川将荣盛集团的内幕接了个底朝天。燕妮也因此被提拔为队长，安全脱身。随后，王川就莫名其妙的心脏病突发，嗝屁了。接替王川的正是王家年轻一代的领军人物王锡范。
毒气陷阱终于拆除了。王川为了对付余生还真是费心了。妈的，余生又捡了一条命。王稀饭不用检测就知道王川喝的茶里有听话水，他思索再三，还是给王岩打去了电话。三叔，我们真的认栽了吗？这是老爷子的命令，当然监视余生还是要继续，这是公事。没错，既然病房怀疑他是特工，那我们就监视到底。沉淀一段时间吧，干万不要轻举妄动，否则老爷子那里没法交代。三叔，我们不动余生，但也没必要怂成狗吧？闫妮不行，你动燕妮和动余生有什么区别？那黄菊呢？都敢跟我们耍花样，公开站在余生一面了，是不是应该敲打敲打？这个我敲打不好，倒是你刚接管荣盛集团，明天中午在望海楼请他吃顿饭，到时候我多找几个大佬，包括李长青，都来给你撑场面，让黄菊明白一下自己的地位。两人随后敲定了以下细节，王稀饭便离开了办公室，隐身的余生也跟了出去。来到密室，王稀饭开始查看账本名册，他要梳理一下王川留下的账目。余生却在角落里发现一个褐色小玻璃瓶，仔细一看，上面赫然写着蓖麻毒素10克，世界排名第2的剧毒，特工间谍必备，只有特殊部门才有，这可真是好东西。余生毫不犹豫地把小瓶收了起来，再没有比这更适合栽赃嫁祸的东西了。等余生返回家里，已经凌晨3点，他刚躺下准备睡觉，突然听到屋门有轻微的响声，不一会儿进来一个黑影，开始在屋内四处翻找。应该是王家派来的。余生随即喊了一声谁？那个黑影听到声音瞬间溜走了，余生紧接着跟了出去。被发现了，没拿到文物，幸亏我跑得快。贼王就这水平，放弃吧，别再去了。妈的，100万没了。余生明白了，肯定是王家雇佣贼王来偷文物，他跟随贼王回了老巢，记下门牌号，转身离开了。必须尽早买房子，这房子太不安全了。老弟，我一直想收藏一个珐琅彩，你有没有大开门的物件？珐琅彩还真有，但不是大开门，你懂得，而且你也捡不到漏，大致相当于国内拍卖行估价的一半，没有2500万，你就别浪费我时间。2500万，行，我要了。中午在望海楼我请客，徐厚平和郑云龙一块过去。王子安大写，国内拍卖行和国际差很远，这等于说价值2亿5千万的东西，因为传承有序的缺失，只卖了1/10的价格。不过关键还是余生在卖，这一行名声就是钱。不过要想卖2亿5千万是不可能的，只有转手，传承流转，让更多人知道，才能被藏家公认，官方认可，这就相当于洗白。望海楼那么贵就算了吧，隔壁的极贤酒家就挺好。既然你不挑，那就极贤酒家。余生嘴角勾出一抹冷笑，估计王子安怎么也猜不到他为什么不选望海楼。此时冯铁山两人走了过来。老板，这是我兄弟杨凯。老板好。余生打量了一下杨凯，心中很是满意。不错，你和铁山所有待遇都一样，先给你转10万，5万工资5万公账。你们现在去买几个箱子回来。随即两人领命而去。余生接着拨通了燕妮的电话。我想买一个独栋别墅，你有什么建议？下午有一个法院拍卖会，你去看看，房子都很便宜。好的。很快，冯铁山和杨凯带着新买的行李箱回来了。余生安排两人把所有文物装进行李箱，珐琅彩单独装一个箱子。很快，他们便拎着4个箱子的文物直奔极贤酒家。时间到了，王岩约的中午在望海楼吃饭。你觉得我该去吗？和王岩吃饭倒没什么，但得王稀饭站台就不应该了。可是得罪王家也不好。你没说最关键的。王老爷子想低调，可他这些儿孙不想，这次宴会必定针对余生，比如逼迫黄菊动手，我参与其中，让余生怎么想？可是您已经答应去了。我故意答应的，就是想让王岩没有时间针对我，免得再让京城的人给我施压。现在我突然生病去不了就行了，只要过了中午，一切问题都不是问题。过了中午，您的意思，中午还要死人？王家如果再出一次事，就是墙倒众人推，王老爷子也没用，他的威望已经消耗光了，所以我猜余生不会放过这次机会，只需补一刀，京城自然有人替他拍倒王家。各位专家先鉴定一下，我去趟洗手间。说着，余生把手机放桌上，转身离开了。众人都已经到齐，都在等着大佬李长青。王岩随即拨通了李长青的电话，结果却传来秘书马哲的声音：很抱歉，王局。王岩听到抱歉2个字，就明白了李长青的立场，没必要再听下去了。看来大家都觉得王家没落了，黄菊也这么认为吗？王菊真会开玩笑，谁不知道王老爷子名震天下，虎威犹在，京城谁不敬仰？此时王稀饭想改变策略，拉拢黄菊，便亲自给他倒了一杯酒。小子年幼，刚刚接手荣盛，以后麻烦黄叔叔多多照顾。好说，以后有事尽管给我打电话。然后两人一碰杯，同时一饮而尽。但是接下来却发生了让在场所有人都无比震惊的一幕。
仅仅几秒钟，黄菊便轰然栽倒在地。黄菊来到望海楼，没想到竟然是鸿门宴。王熙范想拉拢黄菊，主动给她倒酒，结果下一秒，黄菊却轰然倒下，直接吓尿了在场所有人。余生巧妙利用蓖麻毒素，实现一箭双雕。王家二人看到黄菊脸色后，心中一齐惊呼：蓖麻毒素！两人这一瞬间，同时感觉掉进了深渊。王岩是以为王熙范冲动之下杀了人，王熙范以为王岩选择立威才下的手。那几个商业大佬惊得直接扔掉了酒杯，全身哆嗦个不停。徐厚平三人都被发廊彩吸引，完全没感觉余生走了多久。这是乾隆年间的，题诗于美人鎏金双龙耳抱月瓶，非常典型的珐琅彩，绝对真品，价格绝对实值。即便现在拿到佳士得拍卖行，也得8000万的成交价。此时余生刚好回来了，看得怎么样？账号给我。王子安二话不说，直接给余生转账2500万。支付宝到账2500万元。我去！我老婆在家生孩子，我回去看一眼。我孩子今天突然结婚，我不能不走，抱歉。王菊，这种心脏病突发很常见，您先处理着，需要什么给我打电话。偌大的包间瞬间只剩下王家叔侄二人，还有躺在地上的黄菊。两人这才互相询问，然后彻底傻眼了，原来不是对方干的。叔侄二人如坠冰窟，铁青已经没人了。很快，李长青就得到了消息，他立刻给京城打电话请示。黄菊掌握了某些证据，王家这是灭口。王老爷子得知消息后，都没来得及问话，就被气得弥留了。王家二人已经彻底明白被余生阴了，可他们绝望的是，竟然不知道余生怎么做到的。王岩询问手下，余生始终在集贤酒店吃饭，没有离开过，摄像头和电话定位都可以证明，而且那顿饭也不是余生要吃的，没有任何可疑。现在怎么办？咱俩只能舍弃一个人，扛下所有了，只要死一个，就全保住了。这次王家真的完了，老爷子也扛不住。就在这时，京城的电话打了过来。我们被余生坑了，不是我们干的。王海不太相信余生有蓖麻毒素，儿子接管了荣盛集团，自然也接管了蓖麻毒素。他把儿子的话理解成了他的求生欲。这不重要，上面给我一个暗示，可以保留我在京城的职位，但你和王岩必须以死谢罪，这是所有大佬的共识，必须给所有人一个警告，谁再越这道红线，必死无疑。如果你们都不愿意，那王家彻底沉沦，这是不守规矩的代价，王家必须买单。如何选择，你们决定。王熙范看看王岩，两人都沉默无言。为了王家不被连根拔起，我们两个买单。说着，王岩突然一把枪指着王熙范。我知道你不甘心，以为保命可以重来，不可能了，买单是最理性的选择，认命吧。哎呦，余生真是幸会啊！哈哈，莫少，你这么有钱也来捡便宜啊？咱们这叫缘分，上次在赌石厅不期而遇，这次在拍卖行不期而遇，真是百年修的同船渡。1号房产已经成交，下面我们开拍2号伐墨房产御花园的独栋别墅，起拍价4000万，每次加价不得少于1万。开始。拍卖师说完后，现场并没有人举牌。这个值多少？这个你买不起，市场价超过1.2亿。这么多人都买不起？是不敢买，那家人把房子租出去了。按照法律，所有权不能覆盖租赁权，也就是说，你买了之后还得让人家继续住。那等1年不就行了？租期是20年。估计租房子的就是房主自己人，这样法院查封也没用。没错。有没有人加价？4001万。你是不是疯了？在这里捣乱会被抓起来。拍卖师连续询问了3遍，没有人加价，直接落锤。4001万成交。等拍卖结束，余生开始办手续，直接全款付账。这波操作很是刺激到了莫云聪。你完了，你亏惨了。你以为你是谁？那房主是著名老赖真广里，黑白都吃得开，江海没人能弄得了他。谢谢告知。很快，余生3人来到了8号别墅。你丫有病啊！想吃奶按你妈去！请问你是否接到法院的电话通知？我是新房主，请打开门，我们谈谈。切，你是房主跟姑奶奶有什么关系？我是租的房子，付了20年租金的，而且住房合约都是在警局备案的。你不懂法律吗？找个免费律师问一下再来。合约上规定，房主不能检查房屋吗？我家男人不在家，你进来出了事怎么办？明天再来吧。你记一下我的电话，等他回来给我打电话。女人真的记下了余生的电话，随后3人准备离开了。嘿，整个一傻子。杨凯和冯铁山气的要翻墙进去收拾他。别乱动，这里摄像头很多的。这女人太可恨了，我半夜过来教训教训她。干完别，这事你们不用管了，最多1个星期，我让他们全都搬走。此时，燕妮打来了电话。黄菊死了。谁杀的？
王岩和王熙范，然后这两人又自杀了。燕妮说完之后，终于反应过来，这不就是余生的风格吗？你中午在哪？在集贤酒家和郑云龙、徐厚平、王子安在一起，那谁来接替他们？他们的位置被3个世家瓜分了，接替王岩的是赵家，接替黄菊的是孙家，吞掉荣盛集团的是魏家。魏家什么情况？燕妮有些奇怪，余生最关心的居然是魏家。魏家关系复杂，深度掌控国有资产管理，这次吞掉荣盛集团，仅仅那一个大厦就值50亿，这是一个真正的大鳄。你放心吧，我不会主动招惹他们。余生刚刚挂掉电话，郑云龙紧接着就打了过来。郑哥，有什么指示？中午我没好意思问，你还有高端货吗？不一定是珐琅彩。有啊，元青花龙纹玉护春瓶算高端吧？当然算。建国到现在，元青花才出土200件，可是元青花仿造的太多了，我怎么才能让人相信我这个是真的？大哥，你去做科学鉴定，碳14检测，半衰期能测出大概年龄，虽然有误差，但最多几10年，绝对差不了一个朝代。如果错了不是元代的，我把所有钱退给你，包括科学鉴定的钱。哈哈，老弟你就是敞亮。爷，我们望海楼见，正好给你介绍一个新朋友。好嘞，望海楼见。给我去撞一辆大奔奔，车正开往望海楼，车牌号是。余生在鸿门宴上一箭双雕，扳倒王家，解决黄菊，随后又花4001万拍下了价值1.2亿的别墅，没想到却被甄广礼暗中算计，安排车辆要去撞死余生。小样，和我斗你还那了点！给我去撞一辆大奔奔，车正开往望海楼，车牌号是。余生看到忽然出现的大 G， 开车的小哥朝他竖了一个中指，眼中闪过凶狠的光芒。这人太欠揍，应该是甄广礼的人，不要理会。赵导，余生最怕的就是和甄广礼有冲突，那警方就有了他弄死甄广礼的作案动机了。爹，这家伙不是去望海楼吗？大奔绕了一圈，甩掉了大 G， 停在集贤酒家。你们进去吃饭，吃完就走，不用管我，明早再见。说完，余生拎着一个箱子，独自走向望海楼。大 G 果然停在望海楼等着，可惜黄毛只顾找大奔，没认出余生。余老弟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刚来江海的魏连胜魏老板，魏家接管了荣盛集团，同时也是古玩城的股东之一。余生，我在燕京就知道你。魏连胜根本没起身，说出了意味深长的一句话：原来是魏老板，幸会。我的名声都是朋友捧出来的，不值一提。听说你能蒙着眼睛辨别古玉，在魏连胜眼里，能给魏家当狗，那是余生的荣幸，就看他是不是真本事了。有时候呢，得看我的心情。郑云龙本来想要通过买文物化解余生的芥蒂，可令他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。魏连胜作为世家公子，傲慢是必然的，可余生身怀绝技，根本不向任何人低头。余生对万婷好，那不叫低头，万婷是他的领路人，介绍他入圈，这叫感恩。你是不是知道我？魏老板这话让人费解，我第一次听到魏连胜这个名字。这话一点不假，燕妮只说魏家接管荣盛集团，可没说具体名字。我虽然接管荣盛集团，可我和王家毫无关系，你不必对我抱有敌意。魏老板，请你说话注意分寸，什么叫敌意？两位听我说，没有什么误会是一杯酒解不开的，如果有，那就2杯。魏连胜选择了退一步。那你们先交易吧，完事再谈。郑哥，先吃饭吧，我饿了。说完，余生直接就开吃，根本不叼腥味的。魏连胜的脸色已经阴沉的要滴出水来，郑云龙更是痛苦至极。忽然敲门声响起，一个美貌女子走了进来。哎呦，魏公子，不好意思，我来晚了。先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姚宝珍，是望海楼的老板。我听说女人创业要比男人艰难3倍，所以一般女人都失败了，而每一个成功的女人背后都有一个默默付出的男人。呵呵，你说的没错，但每一个创业成功的男人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女人，我打赌于老弟也有。我真是冤死了，就一个，还没牵过手。我不是让你带弟妹一起过来吗？怎么燕妮没来？她太忙了，听说黄菊刚死，估计动荡不小。虽然燕妮从来没承认过两人的关系，但也从来没否认过，所以余生很自然的拿来当女朋友。我可以让燕妮立刻辞职，也可以给她换个工作。这傻逼还没明白分寸吗？李长青都叮嘱不要得罪的人，你敢拿捏？魏老板，你这么说容易让人误会，我知道你没有别的意思。我确实没有恶意，我只是想告诉你什么叫权利，这个你没有，所以你其实没有资格和我叫板。我能包容你，只因为你不知道我是谁。无知者无畏，不知者不罪。等你知道的时候，你就会跪下来求我，那时候已经晚了。我还有事，失陪。姚宝珍不知道下一个瞬间会不会直接干掉魏连胜，他不想当目击者，这是李长青再三叮嘱的。魏连胜顿时懵逼，他隐隐觉得自己弄错了什么，可又不太清晰。
余生却再没给魏连胜改正的机会，直接拎起箱子走了。郑云龙见状，神色慌张的赶紧跟了出去。偌大的包间瞬间只剩下魏连胜一个人，他的脸色此刻就像变色龙。难道我把家族交代的事情搞砸了？可是郑云龙和姚宝珍为什么如此坚决地站在余生一边？尤其是姚宝珍，她代表的是李长青。老弟，今天的事情我很抱歉，什么也不说了。既然你们反目，以后我就站在你这边。这园青花我买了，你直接开价吧，就按中午那珐琅彩的价格吧。珐琅彩和元青花价值难分高下，全看单个品相优劣。郑云龙二话不说，直接转账。随后余生来到了处于查封状态的荣盛大厦，他轻车熟路的到了顶楼。找到密室了吗？找到了，就在这个书架后面，只是没明白怎么打开，需要暴力破坏吗？算了，等我研究一下。老板，有一个人要见您，他说有人要对你不利。带上来。不一会儿，保安带着一个中年人走了进来。你说有人对我不利？没错，我叫甄广礼，我希望和您单独谈谈。魏公子，你不奇怪我是怎么知道你来接管荣盛集团的吗？有话就说，有屁快放。我是听余生说的，准确一点是燕妮和他说的。随后，甄广礼把余生到他家之后发生的一切都讲了一遍。余生着重打听了一下魏家的情况，但是也没有明确说要对你不利。但是魏连胜不这么认为，余生对他的敌意已经很明显。哈，余生，既然你不知死活，那我就送你去死吧。话音刚落，一把弹簧小玩具直插魏连胜的后腰，肾脏被刀刺入，会不停的吸气，根本叫不出声来。甄广礼正琢磨要什么好处呢，抬头一看，猛地瞪大了眼睛，简直毛骨悚然。他没看见人，也没看见刀，魏连胜就这么死了。什么情况？今天这个黑锅不能白背啊，能拿多少拿多少。待会走的时候就说魏公子吩咐，他在密室不让旁人进去。打定主意后，甄广礼飞快地装了满满一箱子美钞和黄金。他对文物不感兴趣，这是余生的最爱。正当他们准备离开时，秘书端着果盘进来了。听到响声后，瞬间进来10几个小弟，冲向甄广。很快，甄广礼躺在地上不动了。我们可没想打死他，什么都还没问呢。死了，这可怎么办？众人都没意识到还有个补刀的。余生拎着装满文物的箱子飘然而去。消息传到了京城的魏家，顿时一片大乱。但是在梳理完所有信息之后，竟然没有找到一丝丝余生的把柄。最后，他们决定安排特殊部门监控甄广礼的别墅，是要除掉余生。回到家中，他把刚收获的文物摆满桌子，随即进入隐身状态，研究了一夜。因为4维能量的冲刷可以提升他的身体素质，也可以取代睡眠。最不可思议的好处是，4维状态不消耗生命，等于寿命延长。有了这般好处，他都觉得那女人太多余了。天亮之后，余生刚打开手机，冯铁山的电话打了进来。老板，你没事吧？那个大 G 黄毛没找你麻烦？没有，他不是针对我们，我怀疑他撞我们的目的是想针对魏家，阻止我们合作。否则在酒楼门口看见我，为什么不动手？不管他了，抓紧带早餐过来吧。余生知道电话已经被监听，他是故意这么说的。很快，大 G 黄毛被秘密抓捕，严刑拷打。可他就是解释不通，为什么在路上可以撞余生，但在酒店门口却不动他？郑云龙随即也接到了很多电话，询问昨晚交易的细节。他毕竟老奸巨猾，无论谁问都不承认有过冲突。老板娘姚宝珍更圆滑，谁问都是敬了一杯酒就走了。最诡异的是，没人问余生，也没人问闫妮。我这车技是不是很烂？老板，你一开车我就尿急。哈哈哈！1号大院的司机跟我说过，合格的司机停车的时候，坐在车上的大佬必须没有感觉，闭着眼睛都不知道停车了，否则大佬直接换人。老板，开快车那不用练，只练慢、停、稳，修正方向别那么硬，体会一下抛物线的感觉。王八蛋，是你杀了我男人，你死定了！我没见过你男人。别装糊涂，甄广礼你没见过。操，你觉得我有罪？去找警局。不过我现在需要检查我的房屋，我怀疑你要搞破坏，你必须配合，否则我报警了。报你妈去，老娘就不让你查，那合同是和甄广礼签的，你没有资格查，不服你来杀我，雷案！阿姨，我能问一下你名字吗？你管谁叫阿姨？老娘没你这么大的外甥，别套近乎，没用，你死定了。好吧，老大娘，我现在去杀你，能给我开门吗？天啊，果然是你杀的，现在又要来杀我，我已经录音了，你等死吧，我马上报警。这丫是不是个疯子？紧接着，3人来到了古玩街，但不是来捡漏的，而是来堵漏洞。余生最大的漏洞就是只有卖出，没有买入。很快，他们买了几十件古董，准备离开古玩街。我要辞职了。当警察不是你的理想吗？怎么辞职了？新来的孙局
直接把我调去交警队指挥交通，这份屈辱我受不了。宝贝，你不用辞职啊，你忘了还有我吗？来望海楼请你吃大餐，顺便完成之前的100万的交易。滚！你不说好听的我不去。求你了，祖宗。好，望海楼见。你们孙局没有任何暗示吗？真没有，就是说我不适合当刑警。哼，这是摆明了车马，针对我。你千万别冲动，再出事谁都不信和你无关了。其实我还有最后一招，就是给家里打电话，那就没人能动我。余生心中一动，燕妮这么漂亮，却一直没出事，肯定是家庭背景的原因。你这最后一招，代价是什么？只要打了电话，江海就待不下去了，必须回燕京。燕妮努力把结婚2个字咽了回去。那就不用了，我来解决，保证不会死人。你付出的代价是什么？没有代价，你今天只做一件事，带回老板娘来敬酒，你放心喝，楼下有保镖送你回去。谢谢，你是我唯一的盟友。放心吧，没有什么问题是一宿不能解决的，如果有，那就2宿。哼！于老弟，这是燕妮妹妹吧？果然是倾城倾国，国色天香。初次见面，我先敬妹妹一杯，以后有什么事尽管说话。谢谢姐姐。姚老板，燕妮还真有事，说来听听。新来的孙局认为他不适合当刑警，要把他调去指挥交通。我的电话被监听，所以想麻烦你替我打个电话，你可千万别说不认识李长青。你等我一会儿。姚宝珍把经过详细的汇报给了李长青。这事简单，但你不觉得燕妮的存在很不合理吗？刑警队这么危险，可他没事，好似有一种力量在暗中保护他。我说的不是余生，他一定隐藏了巨大的秘密。你和他交好，或许是你人生最大的一个彩蛋。李长青的暗示让姚宝珍轰然猛醒。冒昧打扰一下，我们也恰好在这里吃饭，所以过来认识一下。这位是魏天红，魏连胜是他弟弟。原来是魏姐，2位请坐。看这小子的态度，难道我错了？他真的没有杀我弟弟？这位是赵福文赵叔叔，至于他的身份，按规定不能说，但我可以偷偷告诉你，他是接替王岩的人。马德，就是你压监视我。赵叔叔好，我正好有个事情要向你举报。你误会了，我可不是警局的，不管民事纠纷，我管的是敌我矛盾，和军队一个性质。太好了，我举报的就是外国特工间谍已经渗透到我们人民内部了。谁？孙涛。你有证据吗？丫的，你们查我的时候怎么不提证据呢？有，孙涛上任第1天不是忙着打击罪犯，而是迫不及待地打击华夏精英，直接把缴获大批文物的燕妮调去指挥交通。冒天下之大不韪，就为了确保文物外流通道顺畅，他的身份还不够明显。魏天红心中一紧，余生是在故意影射荣盛集团。这证据还真不够定性为间谍，也不符合规定，他的级别没有确切证据，不能抓捕监控，所以我无能为力。哼，道不同不相为谋，请吧。你有什么底气和我硬干？我不和庇护间谍的人坐一起，如果你喜欢买单，那我们走。说完和依依摔门而去。哼，此子断不可留。余生2人来到另一间包房，姚宝珍很快走了进来。他问清楚情况之后，随即又回到自己房间，给李长青汇报了最新情况。剩下的交给我。余生激化了矛盾，大局处于失控的边缘。我只要向京城摊牌，说有人举报孙涛是间谍，赵福文公开站在他一边打击举报者，孙赵2人肯定会被召回。至于魏天红，你完全不用担心，既然下注就不要3心2意，那很容易鸡飞蛋打。紧接着，李长青快速向京城汇报了目前的情况。我正式命令你将这2个间谍就地免职，抓捕归案，押回京城待审，执行吧。燕妮被新上任的警察局长孙涛调离刑警队，心中100个不愿意。赵家世子赵福文刚见面就硬刚余生，可下一秒2人却一起以间谍罪被逮捕回京。此时的余生回到家中，刚准备关机。余先生，您的监控已经被解除，以后有事可以直接打给我。另外，大佬想请您吃晚饭，不知道您是否方便？事情发展到现在，李长青才是大赢家。如果我没猜错，接替赵福生的是李大佬的人。对，接替孙局的也是我们的人，这次可以说大获全胜。你说解除监控，别人就无法监控吗？当然不是，军方是可以监控的，但好像没有理由。我觉得还是隔一道防火墙比较好。吃饭就不必了，有事通知燕妮，咱们来日方长。随后余生直接关机，拎着从古玩街买来的假文物出了门。走出很远，他把袋子扔进了一个垃圾箱中。假文物不能出现在自己家中，传出去会毁掉自己的名声。紧接着，余生隐身来到了御花园8号别墅。谁呀？刚才是谁？好了，
不知道是哪个王七蛋。对，肯定是余生，他是来杀我的，他连甄广礼都杀了，不可能让我活着。宝贝不怕，我就在这等着，看他怎么杀你。我已经打听清楚了，是甄广礼先杀了魏连胜，然后又让魏家人打死了。那不可能，他走的时候说的是给魏家送一份大礼，他可不是去杀人的，所以这一定是余生捣的鬼，只有他才有杀人动机。唐老大，你考虑的怎么样了？同意交易，1个小时之后，我手下带货过去，你准备好美金，不可以转账。希望我们首次合作愉快。没问题。接着，金万蛋又拨了一个号码，虎牙送100万美金过来。很快，一个青年小弟送来一个箱子。待会唐老大派人过来交易，万一起了冲突，不到万不得已，你别露面，这里不适合杀人。金万蛋有些兴奋，他住甄广礼的房子，睡甄广礼的女人，花甄广礼的钱，人生完美升级，而且已经可以和唐老大平起平坐，做大买卖了。小骚货，来，让我好好疼疼你。好机会。1个小时后，在甄广礼别墅，唐老大的手下和金万石进行交易，交易金额100万美金，货物很可能是毒品。这是你给新上任大佬的一份礼物，宝贝，别回信息，这是许如意的电话，记住，他不是举报人，而是毒贩。另外，金万蛋身边有一个杀手，名叫虎牙，你千万别冲锋在前。最后一点，别提我一直在家睡觉。肯定是余生，只有余生能做到这种事情，别人想冒充也不可能。甲局，我需要跨队执行抓捕毒贩的任务，秦副局不批，所以我来请您特批。你是管文物案的，却要去抓毒贩，这不是打击毒队的脸吗？秦副局当然不批。对了，你的消息来源？燕妮把知道的情况说了一遍。我问的是，给你消息的人是谁？他是我的线人，为了他的安全，我不能说。你毕竟刚从警校毕业，资历太浅，经验太少，犯罪分子比你想象的要狡猾得多。我不认为你的消息是真的，那些毒贩都是1000年的狐狸，怎么能让你得到这么具体的消息？甲局，您刚上任需要3把火，否则和孙涛有什么区别？这是我送给您的一个礼物。贾秀山浑身一震。好，我同意，你全负责。谢谢，我不会让你失望的。报告，所有人手机都已上交完毕，请指示。此时除了燕妮，谁也不知道去哪。我们的目标是抓捕正在交易的毒贩，一方是唐老大的手下，另一方是金万石。注意，金万蛋手下有一个叫虎牙的人，此人极度危险，可以直接击毙。其他人以抓捕为主，务求钱赃并获。有没有问题？我有问题，为什么是你指挥？我觉得我指挥更好一些。那你告诉我，毒贩在哪交易？我是特警，不是缉毒警，根本没有调查权。但你也不是缉毒警吧？可我知道毒贩在哪交易，而且保证能让大家立功。你能保证让大家立功吗？如果能保证，我听你的。这话太屌了，大家嘴上说的都是高大上，心中想的都是立功受奖升职。大家伙不怕枪林弹雨，只怕屁股指挥脑袋，让他们无谓的牺牲。好吧，我听你指挥。出发。快进来，摄像头照着不好。金万蛋和唐老大的手下交换了箱子，仔细检查过后，美金是真的，白面也是真的，双方都确认没有问题。合作愉快，再见。慢走，不送。燕妮到底来没来？真走了就麻烦了。余生正准备制造点误会，没想到意外发生了，一柄飞刀如闪电划过，直接插入鹏哥的咽喉。我操！其他3个小弟骇然惊呼，齐齐探手拔枪，可紧接着又是3次飞刀，一眨眼，3个小弟直接栽倒在地。金万石和唐老大即将在8号别墅进行白面粉交易。燕妮收到余生的信息后，迅速集结了一支精锐特警小分队，一场雷霆万钧的抓捕行动一触即发。但是眼见白面粉交易已经完成，燕妮却迟迟没有现身。正当余生准备单独行动时，忽然飞出4柄飞刀，瞬间解决了唐老大的4个手下。虎牙，你疯了吗？大哥，你上当了，外面都是警察。妈的，他们拿命坑我，至于吗？看，从9号别墅走。马德想跑，就在这一刹，余生骤然出手，虎牙只觉脑后生风，一把军刺直接插入后脑。金万蛋猛地回头，只有虎牙的实体，冷不防后脑勺一凉，眼前一黑，栽倒在地。余生刚刚消失，数十特警就冲进大厅，只发现一箱子毒品，却没看到现金。燕妮随即下令搜索整栋别墅。很快，许如意被抓了过来。
我一直在楼上，根本没下来。我太特么冤枉了，我什么不知道，我什么都没干。在你家交易，你敢说和你无关？赃款在哪？不是在箱子里吗？咦，箱子哪去了？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燕妮明白了，余生拿走了钱，必须还有一个唐老大的人杀了虎牙和金万石拿走了钱，这才合理。没有账款，这证据链不完整，但不要紧，别墅里肯定还有，只要数额对上就行。搜，必须找到账款。不多久，果然搜出100多万美元。执法仪记录了整个过程，不存在任何疑问了。随后，燕妮打电话通知专门清理现场的人接手，再留下1个人看守，其他人撤离。此案大获全胜，特警队全体上下，包括吴孝忠，都对燕妮彻底认可了。虽然他明白这是摆好的局，给燕妮送功劳，但也无话可说。昨晚睡得好吗？好极了，没有你陪睡一样睡得香。呵呵，这话有点怨气冲天啊。对了，你作为我的线人，立了这么大的功劳，有什么要求吗？我要求陪睡可以吗？那功劳不够，换一个。好，我的2个保镖需要配枪资格。这可以做到，从现在开始，他们就是卧底警察。咦，还可以这么操作？那我呢？你不够资格当警察，但你是我的线人。就是卧底对吗？没问题，我在下面，你在上面。滚！对了，我有个朋友，昨天才知道我在江海，立刻要来看我，可我现在忙得飞起，正好你闲得要命，替我去机场接一下吧，再替我招待几天。你的朋友来看你，居然敢让我招待，真不怕我弄死他吗？你有病啊！女朋友，我把照片发给你，飞机9点落地，他叫温舒。余生看了一眼发来的照片，居然还挺漂亮，只是他隐隐觉得温舒此行没有那么简单。查清楚了，燕妮的举报电话来自许如意。怎么可能？那不是自残吗？还有一个可能，就是有人偷偷用许如意的电话发的短信，这种可能性很大，因为许如意交代说，曾经有人按门铃骚扰，金万石出去没看见人，他当时就怀疑是余生到了。后来发生的一切都透着无比的诡异。虎牙杀了你的4个小弟，但现场绝对还有一个人杀了金万石和虎牙，拿走了100万美金，病方认定是你的人。呵，一定是余生，能不能修改一下检方的结论？不行，燕妮认定是你的人，没人敢反驳，他现在威望太高了。另外，你千万别碰燕妮，孙涛和赵福生就因为得罪他，全部被打成间谍罪，押送京城。行，我不动燕妮，待会有一个快递你接收一下，里面有10万现金。余生，敢黑我的钱，我弄死你全家。燕妮给你们办了卧底警察的身份，可以配枪，但需要自己配，能搞到吗？那必须能，谢谢老大。你快去搞枪吧，能配的都配上，挑最好的买。撤。余生准备去机场，但是又怕被人偷家，便让冯铁山把文物和美金都拎上车。老大，后面有人一直跟踪我们，我来开吧。2人随即换了位置。强哥，追不上了，要放弃吗？他们发现我们了。妈的！老大，余生跟丢了，大奔太快了，追不上。我想去找贼王开锁，把他家洗了，怎样？去吧。文书，余生，叫余哥就好，走吧。余生越发确定温舒不是一个人来的，接机的也不可能只有他自己。燕妮说没时间搭理你，你想去哪？是你说的吧？没错，我说的，至少白天没时间。好吧，看你诚实的份上，我想去你家。太好了，回家。卧槽，他不会是想直接强了我吧？温舒原计划是想引诱一下，让余生调戏他，他再把录音笔扔给燕妮，让他看看自己青睐的男人是啥逼玩意，然后他的任务完成，接下来就是顶级公子哥出场，拿下燕妮。结果现实好像出了偏差，余生则始终怀疑会被偷家，正好利用一下温舒，然后顺藤摸瓜找到唐老大。很快，余生带着燕妮来到家门口，他让冯铁山在楼下等着。你这么着急回来干嘛？我担心有人偷家。天哪，您很有钱吗？一瞬间，余生就察觉到家里有陌生人的气息，但他装作没有发现。大小姐，请进吧。你该不会对我图谋不轨吧？放心吧，大爷，我可是个处男，而你却并非处女，就算你想和我睡，也得先给我100万美金。你从哪里看出我不是处女了？呵呵，给我100万，我就教你一条价值1000万的看人诀窍。请吧，进屋交易。被动。重生的我竟然觉醒隐身异能，进入隐身状态后，可以接受4维能量的冲刷，甚至能够代替睡眠，提升身体素质。接上集，温舒心中计划拆散余生和燕妮，
没想到却被余生当成了搜寻唐老大的诱饵。被动，我有钱，我交赎金。操，老子知道你有钱，给我转过身去。温叔转向门口，随即惊讶地发现余生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。马德居然自己跑了，哼，姑奶奶做鬼也不会放过你。余生，交出100万美金，不然我就要了他的命。他早就跑了。接着，温叔被两人挟持上了车。余生，你的女人在我手上，拿100万美金赎人，否则这小妞这么漂亮，我不敢保证什么事都可能发生。100万可以，我也不废话了，你直接打我账户里吧。操，你装糊涂是吧？是你给我，我要现金，不可以转账。人都给你了，我还得给你钱。操，你多大脸啊！我的妈耶，这是什么奇葩？我感觉今天要死在余生手里。你跟我装傻是吧？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抢了他？我信啊，可那100万美金你什么时候给我？妈的，是你给我100万美金，我有，但你没搞明白，你拿的不是可以要挟我的筹码，而是可以炸死你的炸弹。你知不知道他是谁？燕京文书打听一下，让你老大打听完了再和我谈。另外，她不是我的女人，来江海就是为了对付我的，她死了才好，你们正好同归于尽。紧接着，强哥就把情况汇报给了唐老大，随即唐老大打电话咨询燕京的人，结果都不认识温书。随后他又拨通了余生的电话。我是唐天策，唐老大准备给我转账吗？只有我可以替你摆平。余生，你别太过分，拿走我100万美元的账还没在。我不知道你说什么，不过你们在我的别墅里交易，我要承担连带责任的，你还敢找我算账？那是你的别墅，你不知道吗？我法拍的房子，许如意赖着不走。我们萍水不犯河水，我只是想拿回房子。明白了，女人我还给你，钱我不要了，此事就此了结。没问题，我保证温叔不会说出去，你让温叔下车就行了。你是不是知道有人在你房间里？知道，我想拿你当诱饵，找到唐老大，结果失败了，敌人太狡猾。你有没有想过我死了怎么办？抱歉，我真不在乎你的死活。温叔听完反倒心平气和了，至少这个男人说真话，不在乎才合理。老弟，有一个收藏家协会的会员捐赠了一件玉器藏品，我看不准，你能来帮我长长眼吗？捐赠的条件是什么？其实就是交换，但必须是捐赠的名义，因为不承担责任，我们要给他回礼一个乳瓷瓶。这一听就是假的呀！你不想得罪人，让我扛雷吧，没问题。余生不能拒绝，毕竟徐厚平帮他不止一次，欠了一屁股人情呢。主要是你需要名声，为加入收藏家协会做准备。我在御花园7号楼，你过来吧。7号是你的别墅？是啊。好，马上到。于老弟，你终于来了。这位是京城来的蔡玉华先生。一番寒暄过后，几人来到玉器旁。老弟，你看这件玉器如何？余生不经意的随手一扶，顿时愣住。他万万没想到，这居然是真的古玉。稍作思考，他随即说道：“徐老哥，卫生间在哪？”徐厚平心领神会，带着他走进卫生间。这是一个局，那古玉是真的，做就是为了给我挖坑。如果徐老哥信我，就换了；不信，就换了之后再给我，我给你想要的任何东西。为什么针对你？为了燕妮，外面那个跟我来的女人是燕妮的朋友，也是蔡玉华的狗。今天要不给我打电话，那女人也会把我领来，怎么都是躲不开。明白了，有燕妮那么漂亮的女朋友，你的麻烦还在后面，但我支持你。这明显是鉴定不出来了。我早说过，蒙着眼睛辨别古玉是不可能的，一看就是操作啊。现在的年轻人太浮躁了，徒有虚名啊。话音刚落，余生两人走了出来。哈哈哈，余生告诉我说这古玉是真的，但他怕我不信，私下给我解释了一下，说这古玉是刻意做旧过，做得很高明，就为了把真的做成假的。看来蔡公子是技高一筹，虽然比不上于老弟，但至少把我骗过去了，前途无量啊！还有这位温淑大小姐是蔡公子的朋友吧？居然还需要介绍，奥斯卡欠你一座小金人啊！徐厚平很是恼火，蔡玉华和温淑顿时感觉无地自容了。虽然于老弟建议我交换，让大家脸面都过得去，但我想没必要，这次妥协了，还有下一个花样，不如就此散局吧。我这庙太小，就不留蔡公子和尊夫人了。今日实属误会，这古玉就当是赔礼送给徐理事。我不会放弃燕妮的，因为你配不上她，你甚至不知道你们的差距有多大，有点自知之明吧。这是最后的忠告，也是为你好，告辞。两人走后，现场气氛明显缓和了好多。老弟，加入收藏家协会需要有一定规模和等级的收藏品，最好获得大家公认。趁着今天人多，把你的藏品拿出来，大家鉴赏一下如何？我今天正好搬家，都在外面车上，让保镖送进来吧。很快，杨凯和冯铁山拎着箱子走了进来，随后拿出一些文物摆在桌上。
这些古董和文物都是荣盛集团的密室里王川一辈子收藏的精品，而余生又从中挑选出来最值钱的。天啊，这是乾隆开光转心瓶，这是大唐镶金兽首玛瑙杯，还有五马衔杯纹银壶。众人惊呼一片，看向余生的目光全变了。这个档次的收藏家足以碾压他们所有人，但这些余生是不打算卖的，因为这些东西代表着他的地位。余生要卖的是来自孟庆阳的古玉。于老弟，这枚古玉佩转让给我吧，我出500万。OK， 你这个朋友我交了。然后大家非常默契的，每人挑了一块古玉，都比市场价高1倍。最后，余生进账6000万，他的资金总量已经达到8干500万，这还不算那100万美元。告诉你个好消息，昨晚的贩毒案审理结束，已经结案。闫妮迅速结案，也是为了让余生快点拿回房子。你的意思，我的别墅解封了？对，你现在就可以过去接收，签字就行了。好嘞，你晚上过来吧。好，我过去。我买下了隔壁的8号别墅，只是第一天就不邀请大家了，等我安顿好了再请各位喝酒。余生双喜临门，先是轻松破解蔡玉华设下的真假古玉局，顺利进入古董收藏家协会。紧接着闫妮就打来电话，别墅解封了。你们现在做好这几件事：第一，安保系统全部换新，包括所有监控设备和安保人员；第二，我要囤积翡翠原石，在地下室给我打造个封闭仓库，确保翡翠原石的安全；第三，购买一整套解石设备和雕刻设备。余生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冯铁山和杨凯，又给他们转了1000万当做开销。两人好似打了鸡血，精神抖擞地离开了。你对余生了解多少？告诉我你知道的一切。蔡少，其实余生根本不懂文物和翡翠原石，他靠的就是猜。我和他上次赌石，还有后来的蒙眼见古玉，都是因为他敢赌、敢下注而已。还有其他的吗？没有了。根据我的调查，你妻子和余生在大学是恋人。不可能，他上次和童林见面都没说话，肯定不认识。我或许已经形同陌路，我对你妻子没什么恶意，只是想知道余生的一切，找到他的弱点，仅此而已。蔡玉华自我感觉已经找到了余生的弱点，那就是童林。燕妮，你了解余生的过去吗？当然。他有几个女人你知道吗？一个都没有。他说没有你就信啊？至少我查到了他和莫云聪的妻子童林就是地下情人。温叔，到底谁让你造谣诋毁余生的？天啊，这可不是造谣，他们在大学就是恋人，赌石那天见面却不说话，你就没怀疑过吗？我不用怀疑，余生跟我说过，他们有过无事，大学毕业之后，童林无声无息的小时，什么解释都没有。再见面，他已经是莫云聪的妻子。好吧，你的解释更符合我对余生的印象，他真的不在乎女人，根本不需要撒谎。咦，你们没在一起吗？我不愿意和他在一起，我在酒店等你吧。晚上我要去看余生，你跟我一起吧。可我还有一个京城来的朋友，想认识你呢。是女人就带过去，男人就别再提，任何人都不行。你应该知道，我就是逃婚才逃到江海市的。这么说，你和余生也不会结婚了？当然，我们是盟友关系。余生也这么认为吗？是的，他办不了的事情我来办，我解决不了的麻烦他解决，我每一次立功都有他的功劳。行，那我们一起过去。我朋友也认识余生，想邀请他赌石。晚上我和蔡玉华到你家做客，你不会不欢迎吧？你来可以，蔡玉华就算了，我这庙太小，容不下大神。你也太没风度了，蔡玉华是想邀请你赌石的，你不会不敢吧？赌石我随时奉陪，你只要告诉我时间、地点。马德，这次我要让他彻底输光。你晚上当着燕妮的面告诉余生，明天下午1点，平洲翡翠园赌石房，赌注1个亿，钱不够不要紧，可以欠着，只要燕妮做担保。晚上，温叔到了余生家后，就转告了蔡玉华的意思。呵呵，丫头，1个亿就押别墅。先不说我还有8000万现金，仅仅是保险柜里一件文物也不止1个亿。余生，你在孔雀开屏，炫耀羽毛，这是谈恋爱了吗？温叔故意挖坑，如果说没有谈，就会伤燕妮；说谈了，就等于燕妮说谎。智者不入爱河，我只做交易。在我看来，一切事情都可以明码标价。比如你想买我的初夜，拿1000万就够，也今晚就让你们满意。你听见了吧？他要睡我呢。只要你肯花钱，那就睡呗。这和我有什么关系？我们是盟友。你给燕妮开过价吗？我给一栋别墅买她初夜，燕妮不干。你还有8000万现金，恐怕这钱不干净吧？好挣的钱不干净，干净的钱也不好挣。都说人间正道是沧桑，可是谁又知道沧桑背后全是伤啊！锄禾日当午，各有各的苦。青山不老人不闲，一生忙碌只为钱。温叔则话锋一转，你恨童林吗？温叔非要提童林，就是想让余生和燕妮产生隔阂。人生所有的一切都说在为自己的选择而买单。
不要后悔对任何一个人好，哪怕是你看错了人，哪怕是你被辜负，你对他好，不是因为他有多好，而是因为你很好。燕妮浑身酥麻，一瞬间，她产生了强烈的共鸣，好似彻底的懂了这个男人。吃过晚饭，温叔和燕妮便连床夜话。余生照例关机，然后隐身离开了别墅。很快，他来到了贼王的家。贼王疑惑地看着余生，有些面熟，却一时想不起来是谁。想和你做一笔交易。行，进来说吧。今天是你打开了我家的门锁吧？贼王瞬间想起为什么面熟了，猛地后退了几步。放心，我只和你做一笔交易，告诉我唐老大在哪，2次开锁的事情一笔勾销。你知道第一次也是我。当然，说吧，到底能不能找到唐老大？如果不能，你就死吧。其实我这2次都是被迫的，第一次是特殊部门的人，第2次是强哥，但是我也没见过唐老大。找不到是吗？紧接着，余生掏出一把杨凯新买的匕首。我操！任何武器他用1次就换，否则留在身边就变成了证据。蓖麻、毒素、军刺都是如此。我想起来了，有一次我在桃花源的一栋别墅里见过他。带我去，今晚找不到就死吧。你在前面走，不许回头看，否则也是死。贼王很无奈，他这个所谓的贼王不过是个外号，连个徒子徒孙都没有。余生隐身跟在贼王的身后。很快，他们来到了桃花源的一栋别墅前。想办法进去。兄弟，咱们都惹不起唐老大，人家是江海排名前5的黑道大佬，手下小弟上千。你只要让里面的人开门就可以了，所有恩怨一笔勾销。这个简单。余生顺手摸出了贼王的手机，然后操控着贼王的手脚，摆出一副隐藏的姿势，躲在了别墅外边。贼王被余生操控着，始终没有露出破绽。唐老大听到声音走了出来，一眼就认出是贼王，还在他身上搜出各种隐藏的开锁工具。妈的，这小子居然偷到我这里来了，让他消失。是不是有人跟踪我来的？别担心，是贼王，我已经安排把他灌进水泥柱子了。唐老大手下的建筑公司主要目的就是毁尸灭迹。现在贾秀山的掌控力越来越强，除了燕妮不可控之外，还有一个人你要注意，就是余生。他身边的2个保镖，燕妮都给办了卧底警察的身份。卧底是为了持枪资格，只保护余生，别的什么都不干。警方除了燕妮之外，都认为余生极度危险。想想虎牙面对余生，居然毫无反抗之力，直接被1次插入后脑，这是什么实力？兵王也不过如此吧。唐老大听后感觉眼皮直跳。你是谁？你不用知道我是谁，但我知道你绑架温叔的事，那是余生故意让你绑架的，目的是用温叔当诱饵找到你，可惜他失败了，否则你已经死了。你要不想灰飞烟灭，就照着我说的做。明天上午，余生将去机场飞往平州，下午1点在翡翠园赌石，能不能把握这个机会，就看你运气了。这人是谁？蔡玉华，京城顶级公子哥，和温叔一起到江海，目标就是烈焰燕妮。难怪他要除掉余生，看来我别无选择，只能当这把尖刀了。墨镜男人不想知道唐老大的计划，毕竟他是警察，只能起身告辞。蔡玉华告知唐老大余生的准确行程，他想要借刀杀人，想要让唐老大做这把尖刀。要无声无息地除掉余生，就只剩下一个选择，在他下飞机后，让他上出租车，在车上干掉他。随即唐老大拿出电话，开始安排。余生听得暗暗心惊，陷阱就在出租车座位上，暗藏的毒针，只要坐下就得死。奶奶的，等我找到毒品在哪里，你就死定了。唐老大安排完毕，就回到了卧室。我操，这不是电影明星徐宝莲吗？看那状态，好似神志不清，很明显被人下药了。余生瞬间脑补明白，这是唐老大下药劫来的，睡完再给送回去。而电影明星也不敢声张，否则名声尽毁。哎呀，真是除外，娱乐圈居然还真有这种奇迹。难道徐宝莲的背景？就在这时，唐老大的心腹赵永波打来电话，他在白道的产业都是赵永波在打理。大哥，京城韩三爷打来电话，问徐宝莲在不在我们这，说如果在就立刻放人，他可以当什么都没发生过。谁走漏的消息？没人走漏，估计他是挨个打了1遍电话。那就不能承认，否则很麻烦。韩三爷我们惹不起，我悄悄把人送走就行了。余生眼睛一亮，不用等毒品了，这就是一个覆灭唐老大的机会，连明天的危机也化解了。忽然一个烟灰缸砸在唐老大后脑勺上，余生通过4维能量提升的身体素质，哪怕只是烟灰缸，也足以让唐老大脑骨塌陷，直接毙命。余生随即拿出贼王的手机，快速给燕妮发了一条信息，他把整个过程简短的告诉了燕妮，并做了叮嘱。燕妮收到信息后，立刻调集人手，开始行动。随后，余生开始搜索卧室，他先找到一瓶3唑仑，俗称蒙汗药，他随手把药揣在身上，然后打开了衣帽间，顿时吓了一跳。我操，这人太俗不可耐了，只认美金，得找到毒品，否则缺少没收赃款的理由。余生找了个箱子，装了满满1箱美金，可惜没有发现毒品。就在这时，唐老大的电话突然响。
老大，来了无数特警，叫人吗？把货带上来。小弟以为是女人堵着唐老大的嘴，也没多想，很快他把一大箱子货拎了进来。余生打开箱子一看，足足有50公斤毒品，最好还是留下一些，以后说谁是毒贩，谁就是毒贩了。余生用另外一个箱子装走了25公斤，然后悄然离开。很快，特警就控制了别墅。燕妮和温叔两人来到卧室，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：美金、毒品、2具尸体，还有躺在床上的徐宝莲。燕妮让温叔抓紧给徐宝莲穿好衣服，然后拿出手机，按下了录音键。蔡玉华，我是刑警队长燕妮。燕妮小姐，仰慕已久。我有一件绑架案需要你配合调查，请问你和唐天策什么关系？蔡玉华真的懵逼了，他以为唐天策这么快就把余生绑架了。天啊，绑架案，我哪认识唐天策啊？但是我在唐老大的手机上找到了你们的通话记录。我想是有人偷偷用我的手机打的。我会再找你的。在一旁的温叔已经傻了，这绑架案竟然是蔡玉华主导的。紧接着，燕妮的电话响起，是韩三爷打来的。燕妮警官，徐宝莲是否已经解救？放心吧，温叔已经给他穿好衣服了。宝莲被下药了吗？有没有遭受侵害？被下药是肯定的，衣服也被脱光了，但幸亏我们来得及时，2个犯罪嫌疑人在反抗中都被我击毙。徐宝莲并没有受到侵犯，只是出于名誉考虑，此案严格保密。您的意见呢？我完全同意交给你全权处理，我会记着2位的人情。这个案子有什么阻力，尽管告诉我。燕妮就等他这句话了。我这有一段录音，希望三爷发给蔡玉华的长辈，以期获得他们的支持和谅解。我并不是有意针对蔡家。爸，有什么指示？你参与绑架徐宝莲了吗？天啊，我不知道啊！不要撒谎，否则你将失去一切家族资源和地位。我发誓我没参与。那你给唐老大打电话干什么？我是想借唐老大的手铲除情敌余生，然后告诉了他明天在平州赌石的事情，这和徐宝莲毫无关系啊！原来是这样，打电话取消赌约，你立刻回京，不要再干涉燕妮办案。贾局，我们有内鬼，一直在给唐老大提供内部消息。有内鬼很正常，总是有人被金钱腐蚀。我的线人说，这人50多岁。随后，燕妮还说了其他一些体貌特征。符合条件的只剩下一个了，秦副局。贾局直接报告给李长青，然后秦副局就被秘密请去喝茶了。第2天早上，温叔给余生打电话说了取消赌石的事情，但是余生已经决定要去平州。我们也跟着去平州怎么样？我赞成，咱们看看他到底去干什么，一定要弄明白他所有的秘密。燕妮姐姐，我们一起去。我可没时间，你们去吧。宝莲，你们去玩吧，我去见见老朋友。我想燕妮信任的人，你完全可以信任，所以不用带保镖了。好的，干爹你放心吧。余生准备带着冯铁山去平州，让杨凯看家。他俩刚准备出发，却看到了温叔和徐宝莲。你俩怎么来了？燕妮没告诉你吗？我们要跟你一起去平州。对了，这是大明星徐宝莲。呵呵，大明星不带保镖吗？要你干什么用的？我们2个大美女跟着你就行了。你的粉丝围过来怎么办？于哥，我有纱巾，没人能认出来。余生再也不好意思拒绝，4人直接上了车。这2人跟着碍事，我必须隐身才能大面积搜索翡翠。蔡玉华，我可再不帮你了，你居然赌石都能逃跑，老娘的脸都让你丢尽了。我真不是逃跑，我爸让我必须回京。你告诉余生，时间地点不变，我让朋友去跟他赌。余生，一切照旧，你扬名立万的时候到了。余生安排冯铁山带着温叔和徐宝莲去逛街，然后独自一人隐身来到翡翠园。汪老板，蔡少安排你在我店里和余生赌石，这都12点多了，他咋还没来呀？年轻人不知道天高地厚，看来我是谨慎过头了。梁老板，把准备好的那块料子摆上吧。不多久，梁老板从里间拿出一块原石，放进了垃圾料里面。余生看后，心脏砰砰直跳，这是他第一次遇到极品翡翠原石。就在这时，店里突然闯进几个彪形大汉，为首的是唐天龙。这几个人本来准备在机场对余生下手，结果始终没找到人，于是他们就来到了这里。这几个人恐怕是余生的派来的吧？此时，里间突然传出一声响动，几个大汉猛然冲了进去。余生则趁机离开了赌石店，来到一个无人的地方，给温叔发了信息，通知蔡玉华，有10几个人追杀我，赌约取消。很快，余生收到温叔的回复，我骂了他一顿，他说不是他干的，要让平州警方彻底铲除他们。唐天龙一伙人没有找到余生，便离开了。但万万没想到的是，就在某个地方，他们存在遭遇别的枪击都被成了筛子。下午，
余生找了一辆货车，逛了几家店铺，购买了几千万的粮食，然后安排冯铁山联系航空物流公司办理了托运手续。老板，晚上我在这里保护你吧。虽然开了5个房间，保不齐有哪位美女晚上想来找我聊天，你在这睡，他们3个谁还敢来？快滚！冯铁山走后，余生就把手机关机，以免被定位。此时突然响起了敲门声，余生随即拔掉房卡，屋内灯光全灭，然后才警惕地打开了门。你是哪位？于先生，我有一批精品原石，想要低价出手，您是否愿意看看？抱歉，我只是雕刻需要，原石已经够用了。打扰了。说完，青年直接走了。直觉告诉余生，这人不是生意人，然后隐身跟了过去。青年快速闪身进入了一间客房，接着门就关上。余生没来得及跟进去，只好在门口倾听。他现在接受4维能量的洗礼，听力也有了很大提升。叶哥，他拒绝了。青年随即描述了余生的反应动作。他是不是发现了屋里的摄像头和窃听器？他没时间检查，进门就洗澡，洗完澡我就敲他门。叶哥，为什么不用女人试试？那就再上门试一次。于老板，我想和你谈笔文物生意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？这个文物是你吗？呵呵，我是赠送的，文物是1级甲等。据我所知，你有不止1件国宝级文物。你看，这就是风险。你了解我，我对你一无所知。我不喜欢冒险。没关系，我可以自我介绍一下。停，叫个有分量的人来介绍，你不够资格。被他一眼看穿，别再试了。好吧，等机会。我甚至怀疑，我根本不是他的对手，一招就被秒掉。这怎么可能？你好歹是特种兵出身。余生是一个创投公司出来的普通员工，进了古玩行，又会点赌石，仅此而已啊。我的直觉向来极准，当时我要敢动手，死的一定是我。在车外等了一会，见车内没啥动静了，余生又返回了叶波的房间门口。经过就是这样，看起来今晚没有机会。不行，既然暴露了，就必须今晚解决，不要等他出招。行动时间定在午夜0点，把酒店监控都关掉，要让他彻底消失。是。马德，今晚一定要找到这个幕后人。随即，叶波又给楼下的几个小弟打电话做了安排。余生得知这个女人叫杨慧琳，是乔公子的女人。随后他下楼来到了车外。公子有什么吩咐？12点的行动你不用参与，交给他们就够了，让你回去陪乔公子。杨慧琳忽然醒悟，乔公子身边没人会感觉不安。好，我马上回去，你们去叶哥房间里等着吧。随即几个小弟下了车，而余生则同时上了车。杨慧琳感觉极其敏锐，车刚才有轻微的向下震颤，那是有人上车才会有的。可车里明明就他自己，他有些发毛，然后加速开了，车速瞬间飙到了120，突然一刻急刹车。余生对此早有提防，双手紧紧抓住座椅，身体纹丝不动。车停住后，杨慧琳惊恐地看着前方，什么都没有。难道真是错觉吗？马德，真是瘸子的屁股，邪门 yet。很快，杨慧琳便到了乔公子酒店楼。怎么回事？我遇见鬼了。杨慧琳随即把刚才的经过讲了一遍。乔公子听完也是头皮发麻。叶波，你们所有人都回来，计划取消。出了什么事？回来再说。你记不记得有句话叫有钱能使鬼推磨？你要烧纸钱？为什么不试试呢？也许就是差在钱上。我们没有纸钱，要不烧报纸试试？草，你可以糊弄人，但不能糊弄鬼。在这里等着。很快，乔公子拎着一个箱子回来了，手腕上还戴着一个玉镯。余生一眼就认出是假的，只是纳闷乔公子为什么戴上了一眼就能分辨出的假玉镯。这是100万，待会儿你来烧吧。马德，这是要跑？两人商量妥当，举起酒杯一饮而尽。结果下一秒，两人的眼睛都直了。马德，酒里有药。等他们察觉已经晚了，这是余生从唐老大那里顺来的蒙汗药。他的原则就是一种手法，只用一次，药量全部用上，足以致命，就是让人怀疑是唐老大的人在报复。就在此时，余生听到了叶波和几个小弟回来的声音，他迅速摘下假手镯，收入了怀中。公子，你醒醒，慧琳到底怎么回事？叶哥，这是3座卵，药量足以致命，没救了。他们为什么自杀？这不可能是自杀，乔公子让我们慧琳就是察觉了危险，而且他应该是准备跑路的，怎么可能突然自杀？这很可能是唐天龙的人在报复。余生面对乔公子的步步紧逼，略施小计就脱离了险境。可没想到的是，第二天早上，平州警方却找上了门。有什么事吗？和你无关，我们需要余生协助调查，请跟我们走吧。不行。
我怀疑你们的行为是否合法，有什么问题就在这问，这是我的证件。我们必须带走调查。哼，是蔡玉华指使的吧？调查可以，但我们必须在场，你们要赶上手段，我保证让你们4个全跑。如果没有证据，你们没有权利动我的保护人。任何调查必须通过我，并且要对今天暴露我的卧底缉毒警身份负责。我出了任何事情，都是你们的责任。4人彻底懵逼了。冯铁山是卧底，他们可真不知道。余生先生，你昨晚在哪？我在哪？你不会看监控吗？你们是不是想说监控恰好坏了？是蔡玉华指使你们删除监控陷害我的吧？呸！请回答我们的问题。我的回答有用吗？来吧，抓我试试，看看我能不能把你们全扒皮。余生拿出电话，打给了他在古董收藏协会认识的平州朋友杨超平。杨总，我出1000万，把来抓我这4个警察开除。4人虽然气得脸色发黑，但依旧僵持不退。老弟，这事怪不得他们。乔公子昨晚在家被人灭了，乔海涛已经暴怒，所有警察都疯了一样找凶手。乔公子没有保镖吗？余生只是很想知道，昨晚那些保镖到底留下了几个？听说活的保镖全跑了，他们怕陪葬，只留下一张纸，把经过说了一遍。等乔大佬到达现场的时候，那些保镖都已经离境了。这和我有什么关系？有一点关系，乔公子就是翡翠园的真正老板，你不是约在那里赌石吗？哦，明白了。警察同志，我昨晚一直在房间睡觉。那为什么不插卡取电？虽然我没查，但我可以肯定告诉你，那房间里被人安装了窃听器或者摄像头。那你认识这个人吗？他昨晚找过我，说有一批精品翡翠原石要出手，我看他不像生意人，明显是冒充的，所以就拒了。他连门都没进就走了。几个警察对望了一眼，这和监控画面是吻合的。这个人认识吗？他说有文物要和我交易，是1级甲等。一个我都不认识的人，连个像样身份都没有，居然有国宝级文物，这人妥妥有问题，所以我拒绝了。几个警察又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。您认识乔公子吗？我没见过，但我能猜出来，乔公子应该是蔡玉华的狗腿子，否则蔡玉华为什么约在翡翠园？你们要查他的死因，别朝着我使劲。问蔡玉华，那几个追杀我的人和蔡玉华有关。江海市勤务局可以证明，蔡玉华约了余生赌石，然后把余生的行程通知唐天策，让唐天策派人杀余生。杨超平说，唐天策的手下因为追杀我，和翡翠园发生了冲突，被乔公子灭掉，然后乔公子就死了。你们不去找唐氏贩毒集团，也不找背后的蔡玉华，却来找我。几个警察顿时背后冒汗，不敢再问下去。这是要坐实蔡玉华罪名的节奏。你们到底干了什么？立刻给我滚回来！几个警察顿时脸色发黑，灰溜溜的告辞走了。紧跟着韩三爷的电话打过来。宝莲，你刚才给我发的信息，我现在问清楚了，是乔公子被灭在家里，这事我已经施压放人了，但你不能参与其中，你要远离任何负面新闻。现在立刻去机场，赶紧给我回燕京。好吧。妈，什么事？给我滚回来！你去平州干什么？你一个女孩子家，要远离是非漩涡。妈，我正要陪徐宝莲一起回去，别说了，我赶飞机。这很正常，每一个人都有自己背负的责任，我也有。如果贾局给我打电话，我立刻就得回去。话音刚落，燕妮的电话响了。燕妮，秦副局自杀了，你赶紧回来吧。明白了。蔡公子果然厉害，让秦副局自杀，就没人能证明他给唐天策打过电话，也就和唐天龙的刺杀无关，所以贩毒集团杀了乔公子，就和他毫无关联了。于哥，你回去吗？不，我可以很负责的说，没人能让我回去，我是绝对自由的。话音刚落，余生的电话也响起。余生，你想不想知道你父母的车祸是谁安排的？一个陌生的声音传来，余生目光骤然冰寒。有你这一句话就够了，我会查清楚的。余生直接挂了电话，他知道对方抛出的是一个诱饵，他不想被人牵着鼻子走，上辈子的教训已经太沉重。你的办法不行，调不出来啊，他根本不上钩，问都不问就挂电话。那就等机会，总之不要当着3个女人的面下手，否则很麻烦。不管你刺杀的是谁，他们背后的势力都会介入调查。你能查到我父母的案卷吗？自从你杀了彪子，关于你的一切警方都重新查过，这个案子更是重中之重，但结果是没有任何可疑的地方，确实就是一个意外。原来我也相信是车祸，但现在我不信了，哪有那么多的巧合？这社会的本质就是弱肉强食，利益2字，一个带刀，一个带血。你查不出来不要紧，我回去。我父母的车祸，肇事司机叫匡辉对吧？整个过程都没有一点可疑的吗？当时是下雨天，货车刹车失灵也是合理的。第二，匡辉已经在监狱里关了3年，如果他是被收买的，还能活到现在吗？余生微微点头，听起来非常合理，但他就是不信。能不能把他放了？为什么？他没被灭口，是因为我这3年没有翻盘的能力，把他放出来，才能给他机会露出破绽。
包在我身上，3天内出狱。回到御花园别墅，余生打开电脑，迅速拿出假手镯，变魔术般轻轻一拉，手镯应声断开，U盘接口赫然露出，然后将 U 盘插入电脑，电脑屏幕上显示出一个加密文档。余生如获至宝，和他的猜测分毫不差，这就是比特币钱包的私钥。一个假手镯竟然是比特币的私钥，不出余生所料，乔公子逃命时戴在身上的假手镯竟然暗藏着泼天的富贵。当他打开比特币钱包的一刹那，整个人都震惊了，里面竟然有15000枚比特币，总价值超过9亿美金。随后他飞快地创建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比特币钱包，然后把乔公子的比特币全部赚了进来，9亿美金彻底易主。余生，我有话说，我现在门口的迈巴赫上。好的。余生根本没有怀疑对方身份，一辆迈巴赫足以打消所有顾虑。我叫程文秀。没听说过，有什么事直说吧。我是燕妮的妈妈。您好，很高兴认识你。一瞬间，余生浑身一抖，麦高的，这女人竟然是处女！处女还敢冒充燕妮的妈妈？操，差点就被她骗了。你说你是燕妮的妈妈，自己照照镜子，你和燕妮哪地方像？你在往自己脸上贴金吗？你可以问问燕妮。余生肆无忌惮地拍了一张照片发给燕妮询问，很快燕妮回复说是自己的妈妈。你来找我什么事？你和燕妮把婚事办了吧？大姐啊，我父母被人害死，这仇还没报呢，先结婚不合适吧？哦，你父母是被谁害死的？明面上是匡辉，交通肇事罪判了5年，但燕妮答应3天内把人放了，然后我会顺藤摸瓜找到幕后黑手，很快就会有结果。你跟大姐说实话，有没有想过娶燕妮？我以父母之名，列祖列宗之灵，盘古大神之威，女娲娘娘之德发誓，我从未想过娶燕妮。程文秀虽感难以置信，但余生说的确实是真话。上一世的徐美娟使他对婚姻充满了强烈的恐惧。程文秀走后，余生本打算去匡辉家中看他老婆，此时童林却突然打来了电话。你这个电话号码还在用啊？为什么我毕业之后没再打通过呢？余生的问题略显愚蠢，同时带出一丝难言的酸楚。真的吗？我一直在用这个号眼。对了，我想组织一次同学聚会，你也一块参加吧。你有事就直说，单纯的聚会我没时间，或者说不值得我花费时间去维护同学关系。如果非要参加，出场费50万，先付款。童林惊呆了，他以为余生还会像以前的舔狗一样屁颠屁颠的任他摆布。看来你没时间，聚会的事情就算了吧。哦，对了，现在珠宝市场很缺极品翡翠料子，你那有没有？具体点，你缺的是哪一种？帝王绿、紫罗兰、冰种飘花，还是极品红翡？童林再次惊呆了，看向身边的家人们，都缺。那你得等我刚回来，原石都没切呢。你如果选一种，我今晚就能切出来，明天可以看货。童林身边的家人顿时两眼放光，自从他们听说余生去平州买原石，就觉得他是个聚宝盆。随后莫云聪的小姑莫瑶冰接过了电话。余生，我是莫瑶冰，瑶冰珠宝公司的总经理，我非常希望能与你长期合作。我可以向你保证，我的人脉就是你的人脉，我出的价格保证是最高的，这是我的承诺。余生早已听说过莫瑶冰，据说是某个省级大佬的地下情人。我也需要一个长期合作伙伴，但我的翡翠数量很大，你一家肯定吃不下，所以我会再找几家，通过竞价来决定归属。马德，这小子果然不傻，我没意见，你安排好了通知我就行。余生挂断电话，便去了地下室，他要抓紧时间解释。阿姨，事实证明我的预判是对的，余生有办法多开监控，他在地下室消失了，别墅里应该有地下逃生密道，所以哪些人必定都是死在他的手下。如果是密道离开，那搬家之前死的怎么解释？他原来的家可不是1楼，不可能有密道。没错，电话那头正是程文秀。硅胶面具不是很简单吗？更何况他背后还有更强大的支撑。杨世杰，你这又回到特工的判断上了。可是燕妮愿意用生命担保，余生不是特工。如果你检车这个论断，我也帮不了你。你和燕妮的婚事只能继续僵持着。杨世杰早已把燕妮当成了自己老婆，他受不了燕妮会如此信任另外一个男人，甚至下意识的，他认为燕妮是为了余生才逃到江海的。好吧，阿姨，如果他去杀匡辉的老婆孩子了，燕妮还会如此信任他吗？如果他敢杀孩子，别说燕妮，我都容不下他。你知不知道余生干什么去了？不知道，但我肯定他不是去杀匡辉的老婆孩子。余生可不是无脑之辈。言外之意，杨世杰就是个无脑之辈。杨世杰没你想的那么蠢，他恐怕是想杀人嫁祸。他杀人之后怎么嫁祸余生？他能跳出来证明余生不在别墅吗？我真不是瞧不起杨世杰。他说余生不在别墅，是不是眼神不好，看错了？那你给余生打电话问问。他晚上都是关机的。说着，燕妮还是尝试了一下，结果还真打通了。你今晚没关机呀？当然，我在家等你的求救电话，你没事吧？我已经脱险了，谢谢你呀。
哈哈哈。我想看看余生的别墅，你陪我去吧。你真就相信他在家吗？那我们打个赌，怎么样？既然你这么有信心，咱们赌大一点，你输了就和杨世杰结婚。好，如果我赢了，取消和杨家的婚约。行，你可别反悔。我发誓绝不反悔。余生不停地构思原始的变换形态，他惊奇地发现，人在思维状态中会非常快速、容易地解决复杂繁琐的事情，效率提升近1000倍。就在这时，电话突然响起。老大，燕妮来了，带了一个女人。杨凯今天值夜班，此刻他就在2楼的监控室里，任何人进入都会响起警报。不用理会他们。燕妮是有随意进出别墅的权限。随后，他和程文秀直奔地下室。妈妈，你输了，取消婚约吧。哼！程文秀怒气冲冲地走出了地下室。余生回来了吗？没有。你根本不在御花园，你去杀匡辉的老婆孩子了，对吗？阿姨，你别误会，我确实没在御花园，监控车已经撤离，但我可没去杀光辉的老婆孩子，那是余生才会干的事情。我和燕妮现在就在余生家里，他一直在地下室擦屎，你能栽赃成功吗？如果匡辉的老婆孩子已经死了，你自己善后吧，你千万别把燕妮牵扯进去，因为燕妮刚让匡辉出狱。还有，我不得不告诉你，你和燕妮的婚约就此取消。余生突然一个公主抱，将燕妮横抱在怀中。你干什么？拥抱啊，我没干别的。燕妮挣扎了几下，最终还是闭上了眼睛。接上集，杨世杰一顿无脑操作，却被众人识破。程文秀直接宣布取消他和燕妮的婚约。这下你满意了吧？妈妈，我永远爱你。我得马上回去和你爸爸解释，这件事可是牵一发动全身，政治不是盟友就是敌人。对了，告诉余生，以后不准再叫我大姐，没大没小的。你知不知道你妈妈是处女？燕妮有些难以置信，但还是选择了相信。你怎么看出来的？我记得你一眼就能看出温叔不是处女。这个秘密很值钱，你想要的话，只需要躺在床上，我们拥抱一宿，什么都不做。只是拥抱，你不准干别的。说完，余生突然一个公主抱，将燕妮横抱在怀中。你干什么？拥抱啊，我没干别的。燕妮挣扎了几下，最终还是闭上了眼睛。燕妮突然想到，自己是在汽油桶里点火完，不是着火的问题，而是爆炸的危险。等一下，我留下来是要和你说正事，你要小心杨世杰。随后，燕妮详细讲述了今晚的经过。余生果然被转移了注意力。匡辉的老婆孩子肯定死了。杨世杰可是特种兵出身，执行力超强，比蔡玉华那个公子哥可危险多了。但是我总觉得杨世杰不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。你到底有没有消失过？余生瞬间心中一紧，所有的欲望顿时烟消云散。杨世杰发现他消失的时间，正好就是他隐身的时间。当然没有，我一直在地下室。对了，他用什么方法监控我的？不知道，要么是他亲眼看到，要么就是高科技手段，热成像雷达车。你躲在地下室也没用，会被清晰的显示出来。可他是怎么出错的呢？余生忽然如释重负，还好没被杨世杰亲眼看到自己隐身。他赶紧转移话题。如果杨世杰善后失败，坐实了罪名，对你妈妈有什么影响？燕妮心中一惊，余生这是报仇不隔夜。我妈只是说过牵一发动全身。你现在打电话问问吧。随后，燕妮给程文秀打去了电话。我妈说这是男人之间的事情，女孩子不要插手。呵呵，你好好睡觉吧。说完，余生把手机关机，然后离开了。真是个大傻瓜，你再强迫一下我就从了。随后，余生带了一袋毒品，隐身来到了匡辉家楼下。屋内没有灯光，他通过气息感应屋内没人，也没用实体。就在此时，突然走来一个中年男人，打开了匡辉家的门。余生趁机跟了进去。芊芊，你带孩子到我这来一趟，造纸厂家属楼103号，别让人看见。关泽民，你让我们去那破地方干什么？不是要把我们娘俩卖了吧？这什么话？真的有事，你过来再说，电话不方便。你不说清楚我不去。什么是需要带孩子？我可警告你，如果我死了，立刻有视频发往各大平台，包括你贪污受贿、绑养情妇，只有我们娘俩活着，你才能活着。芊芊，你误会了，我再给你转20万，算是你帮我一个忙。好呀，你先转钱，我收到后立马带孩子过去。马德，你这个吸血鬼！接着关泽明给牛芊芊赚了20万。余生听到经过，明白了，这是杨世杰指定关泽明来处理这件事。留着房子也是个大破绽，最快的方法就是押给高利贷。很快，一个风骚的女人带着一个小男孩走了进来。关泽明示意让小孩先去卧室休息。说吧，怎么回事？你别问为什么，照我说的做就行。今天晚上或者明天早上
会有人送2个硅胶面具过来，一个你戴，一个孩子戴，这是你的证件。说完，关泽明把匡辉老婆的身份证给了牛芊芊。这事风险太大，得加钱。什么都不用干，就让你坐飞机走，你加个屁钱！操，你别以为我傻，这特么是看透的事，人已经嘎了吧，否则房子能在你手里吗？哎呦，好吧，你戴上面具之后，给高利贷打电话，把这房子押给他，押多少钱都是你的，然后立刻赶去机场，下飞机后找没人的地方销毁面具，然后坐出租车回来，多换几次车，懂吗？牛芊芊一听房子钱给自己，立马欢喜的答应了。关泽明又叮嘱了几句，起身离开了。牛芊芊也回到卧室休息，随后余生便检查房间，看看能否找到一些匡辉嘎人的证据。果然，他发现瓷砖墙有重修过的痕迹，他通过气息感应到了里面竟然藏着一块块的金条。马德，这些金条价值150万，如果按3年前的价格计算，正好100万。这应该就是匡辉嘎人的报酬。幕后到底是谁呢？余生百思不得其解，父母都是普通人，无权无势，却能让人花100万杀掉他们。随后，余生用牛芊芊的手机给燕妮发去了信息。认识关泽明吗？是武装部的。燕妮不用问就知道是余生，她已经习惯了。杨师姐指定他善后，他把自己的情妇和孩子叫到匡辉家，并且定制了2套硅胶面具，明早他们去机场。不过在机场会因为藏毒被捕。另外，瓷砖后面有大秘密，应该是匡辉作案的酬劳。第二天，牛芊芊在机场被带上，很快被带到了审讯室。你以为这种硅胶面具就能瞒天过海吗？老实交代事情的经过。你确定我那包东西真是毒品吗？有没有可能是我儿子随手装了一袋白糖？你那袋不但是毒品，而且纯度达到99%以上。我可以很负责地说，这种纯度的海洛因超过50克就枪毙，你这是1000克，自己算算吧，这些足够枪毙你10次了。啊，我明白了。不过我儿子真的什么都不知道，不会牵连他吧？当然，他属于儿童，即便知道也无罪，你可以放心。好，我全部交代。随后，牛芊芊把陷害他们母子的关泽明的一切都给抖搂了出来，不仅指证他杀了李长英母子，让他戴面具，还包括他贪污受贿、保养情妇等罪证，录音、视频他都有。贾秀山早就得到了燕妮的暗示，把关泽明监控了，随后向李长青做了汇报。李长青很快成立了调查组，此时恰巧从燕京来了一个巡视组，直接参与本案，理由是涉及燕京。没错，关泽明背后就是杨家。紧接着，贾局一声令下，关泽明被秘密抓捕。就在余生隔空飞刀看向杨世杰的时候，杨世杰同样没有闲着。古玩斋里，一个其貌不扬的中年人来到了万婷面前，然后打开手机照片。万婷脸色巨变，照片中正是他在斯坦福大学攻读博士的儿子。你想干什么？别激动，你只需要做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，事成之后，我保证你的儿子安然无恙。什么事？把这块手表以你的名义送给余生。在余生忙着隔空飞刀看向杨世杰的时候，杨世杰也没闲着，整死余生的心情同样强烈。接上集，一个其貌不扬的中年人来到了万婷面前，然后打开手机照片。万婷脸色巨变，照片中正是他在斯坦福大学攻读博士的儿子。你想干什么？别激动，你只需要做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，事成之后，我保证你的儿子安然无恙。什么事？把这块手表以你的名义送给余生，你有拒绝的权利。我给你3分钟时间考虑。万婷根本不用3分钟，儿子的安全比什么都重要。行，我可以做到，希望你们能够信守承诺。看着眼前的手表，万婷立马给余生打了电话。于老弟，听说你搬新家了，怎么也不温锅，至少请我吃顿饭吧。嘿嘿，万伯，我正忙着解释，您老人家想来，随时欢迎。御花园8号。好的，我正好去看看你的翡翠原石。于老弟，祝贺你乔迁之喜，这是送你的礼物。万伯，您太客气了，咱们之间不需要这样的，我追求的是简洁。男人真的需要手表吗？带不带是你的事，送不送是我的事。另外，你把它定义为奢侈品，似乎不妥。这东西也能升值的。我记得有一款百达翡丽拍卖出2亿人民币的天价。哈哈，那咱俩扯平了。余生卖给他的汝瓷真的能拍出2亿的天价，说扯平了只是让他以后别再送东西了。万婷心中非常感动。余生，我今天来是向你辞行的。我儿子在斯坦福读博士，我想过去和他一起生活。这边的产业不值钱，古玩斋的房子是租的，摆的东西大部分是赝品，就送给你吧。余生忽然警觉起来，万伯伯，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？没事，只是想和孩子在一起，过个安详的晚年。余生也不再追问，然后两人边喝酒边聊古董圈子的故事。万婷的见多识广正是余生缺少的。两人兴致勃勃地聊了一下午，约好后天交接店铺。万婷便告辞走了。万婷一路看着熟悉的街道，仿佛做最后的缅怀。终于回到了古玩斋。钟儿给你打电话，没影响你吧？
没有，爸，你说吧，什么事？我想搬过去和你一起住。咦，你上次来不是说不喜欢这边的氛围吗？爸，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有人偷拍了你的照片发给我。万婷便把经过详细讲了一遍。我不能再给他们当枪使，这次为了你的安全，我做了不该做的事，这已经是极限。我只有离开华夏，才会失去利用价值，否则我会被反复要挟。爸，你不用悲观，任何事情都会随着时间改变，或者向好，或者向坏。你过来住一段时间，观望一下再说。那个手表应该是加装了定位装置，或者窃听器，不至于要了余生的命，你不用太担心。行，就这么定了。余生隐身回到家中，拿起那块百达翡丽。呵呵，真下血本啊！百达翡丽牌窃听器，既然你要监听，我就让你听个够。余生猜测大概率是杨世杰指使人这么干的。他拿着手表进了地下室，现切机正在自动切时，他把手表放在旁边。马德能坚持听一宿，算我输。关泽明被连续审问了10个小时，已经换了好几拨人。你是不是还等着你背后的人来救你？不要痴心妄想了。联合专案组你也知道，谁也捂不住。仅仅一个毒品你就洗不干净，到底哪来的？杀人我承认，毒品和我无关。我们更相信牛芊芊，毕竟他是按照你的指令行事，他的供词你也看了，只有你有机会往他的行李箱里放毒品。反倒你承认杀人，十分可疑。实体在哪？面具哪来的？关泽明知道说的越多漏洞越多，所以干脆闭嘴了。你杀人是为了黄金吗？你是怎么知道李长英家里有黄金的？什么？他家那个逼样竟然有黄金？厨房瓷砖里藏着价值150万的黄金，已经被警方找到。你承认杀人，却说不知道黄金，那你杀人的动机是什么？关泽明咽了一口唾沫，他实在想不明白，李长英家穷成那个逼样，怎么还有黄金？说出你的幕后主使，可以减轻罪罚。如果不说，你就等着注射死刑吧，没人能救你的。就在此时，燕妮突然接到一个信息：杨家做出重大让步，到此为止，会有人让官自杀，不要再执拗正义。燕妮顿时心情复杂，这意味着燕家得到了政治资源，余生白忙活一场。杨世杰的威胁并没有解除，但他不得不遵从母亲的指示。随后，他请假离开了警局。你在瞎忙活什么？祖宗，我在努力赚钱，忙着解释呢。你赚那么多钱有用吗？能改变这个世界吗？以后你躺在医院病床上急用钱的时候就知道了。胜败乃兵家常事，你要是看得不够透彻，过来吧。女人要想通透，就得和男人睡。我今天心情不好，不去了。另外案子结了，姓关的会抗下一切。明白？你以为感动了世界，结果只是感动了自己，世界还是那个世界。不行，我得去打你一顿。你为什么要比我通透？热烈欢迎！男人的价值就是给女人解压。燕妮看到眼前的场景，忍不住心跳加速。她不知道今晚能否逃过去。余生上前给了燕妮一个大大的拥抱。绅士至少也得彬彬有礼的喝完了酒，说几句绵绵情话，许下一大堆虚假的承诺，然后才露出獠牙吧。关键我没被绅士追过，没经验。说着，两人就坐下了。你确实没什么经验，像个贪嘴的孩子。你和童林在一起没喝过酒吗？没有，可能就因为什么都没做，所以轻易就能舍弃。那你急吼吼的索取，是怕失去我吗？不是，我怕你觉得我禽兽不如。你今晚要敢碰我，我跟你拼了！哎呦，我有个想法，你看我和杨凯差不多吧？不是，他是军人范儿，感觉比你厉害多了。奇怪的是，你看起来松松垮垮，但你比他厉害多了。他戴上我的面具会暴露吗？如果是我，肯定一眼就能看出来，别人就很难分辨。但是你骗杨世杰肯定不行，他接受过间谍训练，最熟悉这个套路。马德忘了他是专业的。你说他有没有可能来骗我？你是说他戴上假面具直接上门？但是他用什么身份才能进来？你忘了万婷来过，杨凯对他很熟悉，不会有任何阻拦。杨世杰完全可以冒充万婷。余生反复推敲了一会，忽然说道：我明白了，他的计划原本就是这样。万婷为了保护留学的儿子，终究还是把带有窃听器的手表送给了余生。我明白了，他的计划原来是这样。杨世杰先把窃听器送来，掌握我的动向，等万婷回去后，上门把他弄晕，拿到倒模，制作面具，然后戴着面具冒充万婷来这里，找机会对我下手。你这天马行空的想象也太疯狂了吧！我出去一趟，你自己小心，估计他不会来这么早。随后，余生隐身来到万婷的家，他发现门竟然虚掩着，他小心翼翼地推开了门。房间里没有人，他来到卧室，发现万婷躺在床上，纹丝不动。余生仔细观察了一下，万婷脸上还有一点倒模留下的痕迹，大概率被下了药，应该没有生命危险。此时门忽然开了，只见进来一个女人，在万婷家里搜查了一遍，然后拿出手机打给了叫山鹰的人。我是栾鸟，没有找到任何证据，
证明曼婷是间谍。在那里等着，以免有人登门暴露。以午夜12点为准。如果我没给你打电话，就意味着没找到证据，你就消除一切痕迹撤离。如果打电话，你就给万婷注射心脏病诱发剂。明白。栾鸟显然不知道内情，杨世杰这是公报私仇。随后，余生找机会溜了出来。回到家中，他没提栾鸟，只告诉燕妮万婷昏迷了，还发现了盗模的痕迹。杨世杰会亲自来吗？我有点怀疑。杨世杰非常谨慎，他应该会安排死忠过来。余生随即拿出电话打给了杨凯。12点之前，有个戴着万婷面具的人会来杀我，你直接击毙，什么都不用说。易容就是来刺杀我的罪证。明白，放心吧，老大。我想办公务护照，给我和杨凯、冯铁山每人办一个，可以办到吗？公务护照享有优先权、免签待遇、外交保护，比普通护照方便太多。正常情况下，普通人是无法办理公务护照的，但办法还是有的。比如，你先加入律师协会。这个太简单了。为了表示感谢，我准备以身相许。余生刚要起身，突然砰的一声枪响。老大，刺客死了。确定戴着万婷的面具吗？确定。剩下的交给闫妮，保安一会过来，你不要承认是你干的。明白。呵呵，太遗憾了，今晚不能满足你的要求，我得走了。闫妮走后，余生也没心情去看实体，径直来到了地下室。他看到了那块手表，然后灵机一动，拿出手机给杨凯打电话。你来地下室，这有一块百达翡丽牌窃听器，拿去给实体带上。好了。余生的话通过窃听器被杨世杰监听到，他明白自己掰得一塌糊涂。接着杨世杰就给栾鸟打电话，让他撤离。闫妮很快安排警方的人来把尸体拉走，然后把经过告诉了贾局。这是杨世杰的手笔，证据就是那块表，还有万婷的面具。贾局直接联系了军方，让他们派人来领回尸体。这件事就这么无声无息，都没立案就结束了。匡辉走出监狱大门，他还是无法相信自己被释放的事实。突然，他想到家中藏着的黄金，坐3年牢就赚了100万，妈的，挺值得。此时驶来一辆出租车，司机正是余生。这是他让杨凯按照每小时1000块的价租来的。匡辉看着眼前的出租车，虽然身上没钱，但还是上了车。老大去哪？去造纸厂家属楼。好嘞。我突然想到，造纸厂家属楼昨天好像被警察查封了。哎呦，为什么？我听说死了一对母子，被人害死了，凶手还没找到。死的人叫什么？你们都是邻居，也许你认识。女的叫李长英，孩子不知道。匡辉脑袋嗡的一声，他忽然隐隐觉得自己突然被放出来，一定和这事有关。此时余生故意放慢了速度。凶手为什么杀人？太具体的我也不知道，只是听说李长英家里藏着价值150万的黄金。匡辉脑袋彻底呆了，险些晕过去。老婆孩子死了，黄金也没了，知道黄金的只有2个人，一个是他自己，另一个就是雇佣他的人。匡辉彻底绝望，肯定是那个人拿走了黄金。他决定报复。还去造纸厂家属楼吗？去。父母之仇不共戴天，此时的余生真相直接把匡辉剁碎了。但他还是忍住了冲动，他要找出幕后指使人。很快匡辉就回到了家，已经有2个便衣守在门口。你是谁呀？我是匡辉，这是我家。咦，你不是被判了5年吗？减刑提前释放了，正好有些事情要问你，进去吧。匡辉进了屋，发现一个穿着警服的漂亮女子，他不由瞪大了眼睛。你就是匡辉，请坐。谢谢。厨房的瓷砖是你贴的吧？不是，我不知道什么瓷砖。匡辉熟练的否认，老婆孩子都死了，死无对证。你家里的黄金哪来的？我不知道。好吧，对于你老婆和孩子的死，你怀疑对象吗？你有过什么仇人？匡辉不知道已经结案了，闫妮真正要查的是3年前的雇佣杀人案。不过匡辉在出租车上已经想好，这是个借刀杀人的好机会。我觉得是张金桥。闫妮眼睛一亮，终于成功了。张金桥在江海的势力排名在唐老大之上，只不过他的主业是走私。你和张金桥有什么过节？有一次我去他的娱乐城找小姐，被他仙人跳勒索了一次，拿走我5000块钱。一个声名赫赫的社会大哥会亲自下场勒索你几千块钱吗？我相信仙人跳，但不相信勒索。他做局是让你杀2个人吧？我操！匡辉全身剧烈的一抖，目露惊恐。从出狱他就觉得不对，这就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局，只为让他吐露3年前的那件事。根据我们的技术鉴定，瓷砖是3年前贴的，那个时候你还没进去。看来我们得换一个地方谈了。带走。闫妮审讯完匡辉后，随即给余生打去了电话。我想知道张金桥在哪。刚才同事查过了，在澳门赌场。难怪匡辉放出来都没人管。匡辉招了吗？还没有。悠着点，别把张金桥吓跑了。放心，张金桥可不是吓大的，他怕你跑了还差不多。
很好，谁也别跑。张金桥有赌场对吧？他是不是和澳门赌场有合作？我不太清楚，即便有赌场也不是公开的，一般人进不去。我建议你问问王子安，他是土豪，最受赌场欢迎。讨厌死了！什么事？匡辉刚被放出来，又被燕妮抓了，他正在调查你3年前雇佣他杀人的事。匡辉招供了，只是说漏了你的名字，但他并没有承认被雇佣杀人，算不上确凿的口供。很好，做掉他。你在哈佛读书的儿子账户里会多出100万美元。放心，交给我。不过我要提醒你，小心燕妮身边的余生。他亲自开出租车去接的匡辉，显然这一切都是他的策划。你不会不知道他的身份吧？说完，对方挂断了电话。余生与万里的儿子，哼，小杂种！老子叱咤江海的时候，你还没出生呢。我会亲手送你们一家团聚。王哥，你对江海的赌场熟悉吗？江海的赌场可不少，要说最高端的，那就是北郊会所3楼的赌场了。所有赌具设备全部是从澳门运过来的。那会所是谁开的？明面上的老板是冯老五，其实他不过是张金桥手下的一个马仔罢了。真正参与分红拿大头的，除了张金桥，肯定还有江海的大佬，否则那地方早被人给端了。那大佬是谁啊？不清楚，没人敢动那地方，就该知道背后的水有多深，那可是真正的日进斗金。我想去见识一下，你能带我进去吗？没问题，但你可不能带保镖进去，那里有规定。如果我赢了钱，他们要弄死我怎么办？那不会的，输赢上千万都是常有的事。我要赢上亿呢。赌场会认定你出千了，不管有没有证据。好的，谢谢王哥，改天再聊。余生略作思考，随即给燕妮打去了电话。北郊会所3楼，江海最大赌场，你请示一下，能不能查封？如果是北郊会所，那不用请示，在重点保护的民营企业名单上。那家会所每年交上亿的税，你懂的，就别盯着赌场了。行，我不动赌场了，但张金桥必须死，重点保护也没用。最好有确凿罪证，我来执行，你尽量撇清，否则影响太恶劣。他毕竟是民营企业家的身份，带各种荣誉光环的。没问题，我看贩毒这个罪名就不错，比如20公斤，哪个大佬敢站出来给他洗白？而且当场击毙最稳妥，让各方大佬都放心，不会牵连任何人，还能罚没张金桥的财产，雨露均沾，皆大欢喜。你觉得呢？没错，这个贩毒数量足够罚没资产，我支持你。明白。余生没再多想，径直来到地下室，继续解释给翡翠抛光。很快到了晚上，匡辉死了，食物中毒，没查到是谁干的。哼，不管谁干的，父母的仇也算报了一小半，只剩下张金桥了。想起和万婷的约定，余生匆匆吃完早饭，便带着杨凯和冯铁帆来到了万虎家里。于老弟，我原本只打算把古玩斋送给你，家里的房子和珍藏的古董都留着，或许以后还回来。但昨天一想，这家里没人也太不安全了，索性都留给你吧，包括那乳瓷，反正1级文物也不让离境。余生明白了，万婷还是被吓到了，他心中有些歉疚，毕竟是被自己拖累的。万伯，我按市场价买下，您老直接给我一个报价就可以，要人民币给你人民币，要比特币给你比特币。你有比特币，那可方便多了。咱们让徐厚平来估价怎么样？交情是交情，交易是交易。很快，徐厚平就赶了过来。作为收藏家协会理事，他的估价没有任何偏颇，完全是市场价。唯一的例外就是乳瓷，依旧按照100万算。余生完成了最后的支付，总计193枚比特币，折合人民币8000万。尤其是那乳瓷，又回到了余生手中。如果自己再出手，没有1个亿是不能卖的。万婷急着离境，便匆匆告辞。余生安排杨凯护送到机场。徐哥，我有一批极品翡翠要卖，能不能介绍几个买家？没问题，你定个时间，大致多少？时间都行，但是不能一个一个的来，必须同时看，价高者得，大概值7、8亿吧。7、8个亿，老弟，你赚钱的速度真是太恐怖了。没问题，我来安排，搞个私人拍卖会。你这刚接手事太多，我就先告辞了。说完，徐厚平就离开了。老大，好像有人监视，我们不要出去，等杨凯回来。余生心中一动，这是哪路仇家？细算起来，他得罪的死仇真不少。王川的王家，孙涛的孙家，赵福文的赵家，魏连胜的魏家，蔡玉华的家族不至于，但蔡玉华肯定想弄死他。还有杨世杰、乔海涛、张金桥。监视我们的是男的还是女的？都有，好像不是一拨人。躲避可不是我的风格，不给他们机会哪行？余生当即给毛宗玉打电话，让郭春留守，你开着埃尔法过来，把这里的古董搬回别墅。各位粉丝朋友，毛宗玉和郭春是我之前招的2个保镖，最近老想着和燕妮滚床单的事，忘记告诉你们了。随后，余生又吩咐冯铁山：“你在这等杨凯回来。”你这是要单独出去啊？我去古玩斋。那太危险了。放心吧，这里好歹也是高档豪宅小区，摄像头很多，不适合动手的。
余生和万婷交接完财产后，便独自一人来到了古玩斋。他刚在店内巡视不久，突然走进一个身材火辣的女人。余生心中一惊，竟然是鸾鸟，应该是杨师姐给他安排新任务了。余生见过鸾鸟，但是鸾鸟却不认识余生。你是谁？我记得老板是万婷啊。我是新的老板，万伯伯出国了，这店铺送给我了。你这里都是真品吗？不，几乎都是赝品，有几件民国的瓷器也不值钱。这店铺里所有东西加起来10万封顶。那你准备卖真的了？当然，我手里不能过一件假货，这关系到我在业内的名声。你名声很值钱。那当然，我鉴定一次文物的出场费是50万。你了解一下，我叫余生。不卖假货的人竟然是间谍。万婷为什么走了？被我牵累的，有人偷拍他儿子的照片，拿来威胁他，他不愿意害我，所以就走了。你招惹谁了？我可没去招惹别人，但我女朋友很漂亮，这就有罪了。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，什么罪都有可能，全看谁审判。就在这时，一个青年若无其事地走了进来。余生心中一紧，低声说：“杀我的人来了，你快走。”鸾鸟一震，猛地清醒，看向青年。仅仅一瞬间，鸾鸟就断定对方是精心伪装的杀手。与此同时，青年杀手刚想探手拔枪，可鸾鸟比他还快，手中突然多了一把匕首，瞬间飞出。余生看得瞠目结舌，我要练飞刀，这玩意太适合我了。神仙姐姐，你可以教我吗？我学这一招就够了。这东西没什么技巧，我就是闲着没事的时候插着玩，时间长了就熟练了。倒是你胆子是真大，知道杀手要杀你，还独自出来。他对余生的判断力很是惊奇，看一眼就知道是杀手。我天天被人刺杀，习惯了。你掌握了技巧，飞刀不过是一种工具，投掷什么都可以，哪怕是螺丝刀、筷子一样的。鸾鸟随即和余生大致说了一下练习技巧，说完后，他自己突然觉得很荒谬，刚才好像突然忘记了自己的任务，他这是在干什么？余生却打定主意要给杨世杰添点堵。姐姐，你今天也算救我一命，又传授我独门绝技，我也没什么拿得出手的，送你一套豪宅吧，就是万伯伯的房子，我也不住，你别嫌弃，正好还没过户，就落你名下吧。余生可是认真的，如果能把鸾鸟策反，这点钱不算什么。你也太大方了，万婷走了，那房子你自己能过户？当然能，规则是给普通人定的，有权人可以打破规则。我不能要你的房子，你女朋友会气死的。哈哈哈，不可能，等我的保镖回来，我们就去过户。我真的不能要，名下突然多一套房子，我会被查的。是我考虑不周，我带姐姐去赌石吧。7月份内比都公盘，我们一起去。缅甸是产翡翠的地方，内比都公盘每年都要举办3次，分别是3月、7月、11月。你不会让我赔光了吧？没有通天手段，哪来的家财万贯？富在术数，不在劳身，利在仕居，不在力耕。姐姐准备好钱就行了，多少无所谓，只为证明是你买的，剩下的交给我。好，就这么说定了。我叫叶红梅，你别叫姐姐，让你女朋友听见误会，叫我红梅吧。好的，红梅。这时余生的电话响了，是徐厚平。老弟，我一说极品翡翠的事，他们都迫不及待了，说要今天看，我没同意，必须多弄几个大户，就定在明天上午10点，没问题吧？没问题，就这么定了。随即余生又当着叶红梅的面给莫瑶冰打电话。莫总，明天上午10点，御花园8号，没问题吧？我一定准时到。叶红梅心中感叹，这真是通天手段，自己是望尘莫及。她心中已经彻底相信余生是被杨世杰陷害的，因为他的财富根本不需要当间谍。红梅，我身边缺一个保镖，你愿不愿帮我？余生深知杨世杰安排给叶红梅的任务就是监视自己，如此一来，他就可以反过来监视叶红梅，间接了解杨世杰的计划。刚才叶红梅能救他，就不会再害他。好，你不用给我开工资，让我赚钱就行。没问题，不过你天天跟着我，你男朋友会不会来杀我？我没有男朋友，你放心吧。我会看手相，有没有看一眼就知道，要不要试试？叶红梅一脸的怀疑，干脆伸出手来给他看。原来你还是处女。你怎么看出来的？天地万物各有各的气息，当我握住你手的时候，就感应到了你的气息，这和赌石一个道理。这是我的秘密，你不要说出去。叶红梅突然对余生佩服得五体投地。此时，一个中年人走了进来。哈哈哈，还记得我吧？我们在鬼市见过。余生当然记得，这是鬼市里卖赝品瓷器的那个。呵呵，当然记得。我叫朱方全，老弟怎么称呼？和万老板什么关系？我叫余生，万老板出国了，这家店盘给我了。真是缘分，我是这房子的房主，你知道吧？我没看租房合约，原来你是房东，那太巧了。你过来是房租到期了吗？确实，还有半个月到期了。你要继续做，晚点续租都好说，但要是不做了，可得提前跟我说，我好联系下一家租客。余生想了想，这个地方上下2层，商住两用的设计，楼上可以住人，也可以当仓库，面积足够用。我不会续租。
不过你可以把房子卖给我。老弟，我一直看好你，果然有魄力。你想出多少钱？1200万。老弟，你再打听一下，没有1500下不来。我就是为了交你这个朋友，否则根本不会卖。朱方全相信，就凭余生那一手黑天鉴定文物的本事，早晚必成为业内巨擘。余生也是心中明白，除非不做古玩，否则古玩街是全市最好的地方。那行，就照你说的价，今天就办交接手续吧。真是半天云里扭秧歌空，欢喜一场。杨世杰无论如何也不会猜到叶红梅会做出这样的选择。余生带着叶红梅回到御花园，给杨凯四人郑重介绍了一下。这是叶红梅，我的贴身保镖，以后她就住在这里，你们互相关照。余生没再多做解释，带着叶红梅上楼了。除了我的卧室，你想住哪个房间就住哪个房间，吃饭一起吃，即便燕妮在这也不用避讳。余生这是准备贴身监视叶红梅。好的，对了，你不是说晚上约了燕妮吗？傻瓜，我那是为了推掉应酬，过户都完事儿了，吃什么饭？社交之所以累，就是因为每个人都试图表现出自己并不具备的品质，而我用不着。叶红梅瞬间无语，你丫确实用不着。那燕妮过不过来？燕妮也是他的监视目标。随即余生给燕妮发去了信息。今晚心情好吗？今晚满足你人生最大的愿望。余生晕乎乎的笑了，还有比这更露骨的暗示吗？他晚上会来，你会做饭吗？你这么有钱，请女朋友吃饭还得自己做呀？我以为你天天点外卖。我如果天天点外卖，结局必定死于中毒。一件事形成了规律，就会有人利用这个规律。我们要想活着，要么忍，要么残忍，在这肮脏的社会才能站得稳。叶红梅的表情突然有些不自然，她当然明白余生防范的是杨世杰，对她毫无防范，甚至放心的让她做饭。这一份重如泰山的信任，让她既感动又惭愧，还夹着一种对自身处境的迷茫。最终，她的目光渐渐坚定。你要不嫌弃，我来做饭。仿佛一缕微风轻轻拂过尘埃，一切就此注定。此时，燕妮悄悄无声息地走了进来。哼，你们两个渣男渣女！余生看到燕妮后，赶紧上前送去一个大大的拥抱。哼，你死定了！晚上再解释。随即余生热情地介绍道：“宝贝，这位是我新请的保镖叶红梅。你好，燕妮。红梅啊，你的身材真好，我真羡慕你。男人最喜欢的是身材，而不是脸蛋啊。”这话让爽朗善良的叶红梅瞬间无言以对。你一看就缺乏社会经验，现在很多女人会被男人骗，为什么？就因为他们的要求只有骗子才能满足，正常人满足不了，你可要小心。余生见状不对，赶紧上前岔开了话题。宝贝，今天有没有接到医院的报警？有人脖子上挨了一刀，住院或者死亡？没有，挨了一刀不至于报警，病人可以说是意外，除非医院发现有人威胁病人。余生随即把今天遭遇刺杀的事情讲了一遍。晚饭过后，余生和燕妮回到卧室，他刚要回去，却被燕妮一手拦住。你是不是忘了什么？没忘，我正要和你解释，他是杨世杰派来监视我和你的，不要拆穿他。你也不用担心，他应该会站在我们一边。我答应带他去内比都赌时让他赚钱，他是善良的人，必须给予奖励。刚才聊了一会儿，他确实有底线，至少不会杀你。那个杀手怎么回事？肯定不是他一伙，当时他那一刀真是全力以赴，射向喉咙，杀手闪一下才捡了一条命。如果杀手没理会他，而是对你开枪，会怎么样？余生充满自信的笑了。他隐身之后得到思维能量的提升，反应速度已经远超普通人，躲避枪击不是问题。对他来说，唯一缺少的就是远程攻击武器，但手枪和隐身不搭，飞刀是最理想的选择。那原谅你了。说完，余生便再次扑向燕妮，却再次被燕妮挡住。停，我还没说完，你忘了我要满足你人生最大的愿望了吗？我的愿望就是这个呀。你的愿望不应该是为父母报仇吗？还有半小时，飞机落地，张金桥回来了。余生浑身一颤，没等燕妮再说什么，手机关机，迅速离开了。随后，杨凯驾驶着奔驰，风驰电掣地赶到了机场。不用找人，直接找黑色的劳斯莱斯。余生曾向朱方全打探过张金桥的事，知道他的座驾是黑色劳斯莱斯。他和杨凯仔细观察着，突然他的目光锁定了一群人。赌一把，跟上去。余生决定跟着感觉走，如果有人比张金桥排场还大，那就认栽。老大，以他的段位，怎么会如此提防你？他提防的不是我，以他这种人，仇家如过江之鲫，可能天天如此吧。情况不对，奔驰后面还有一辆霸道，他完全可以超车，却始终保持固定的距离，和我们的操作完全一样，只不过我们离得更远。没错，恐怕霸道上的人也发现我们在跟踪他了，超过去。杨凯平稳加速，一个漂亮的弧线轻松插入奔驰和霸道之间。查一个车号。很快，电话那边回复道：车主是余生。妈的，终究还是慢了一步。与此同时，坐在头车中的张金桥也接到了后车小弟的电话。老板，后面跟了2辆车，一辆奔驰，一辆霸道。
奔驰车里80%是余生那不知天高地厚的小杂种，不足为虑，但要提防霸道。分头走，3号、4号车去金水湾，把霸道引开。等我解决了余生，再从长计议。兵分两路时，霸道毫不犹豫地跟上了3号、4号车，余生却当机立断，选择跟前车。原因很简单，3、4号车那个方向的豪宅只有金水湾，万婷的房子就在那儿，那里没有独栋别墅，和张金桥的排场不匹配。只剩下2辆奔驰，希望我们没赌错。应该不会错，但我怀疑霸道车上坐着的是外地人，不然不会如此轻易上钩。紧接着，余生眼前一亮，看来张金桥住在梦幻庄园。你找个没有摄像头的地方停车，我下车，你直接回御花园等我电话。老大，你一个人太危险了。他想不明白，为何一到关键时刻，余生总是独自上阵，仿佛余生是在保护他们，这令他心里很不是滋味。我们的车若不走，张金桥就会知道我在这儿，所以只有你走了，我才有机会。你回去等我电话，如果调查清楚了，可能需要拿些东西来栽赃，到时候你再给我送来。在没弄清楚父母死因之前，余生只能继续暗中监视。余生让杨凯开车返回，自己隐身来到了张金桥的梦幻庄园。这小子知道我住在梦幻庄园，就这么就走了？难道他回去让燕妮来抓我？张金桥本以为今晚便能终结余生，将所有麻烦一了百了。他随即拨通警局内线电话。燕妮现在在做什么？她已经回家了，今天准时下班。她白天都做了些什么？一直在调查你，你放心，她的调查毫无意义。作为重点保护的民营企业家，甲局无权动你，李长青也不敢独断专行，必须经过常会表决。那些想动你的提议肯定会被否决，你只需要尽快解决余生就行了。这是唯一的不稳定因素，他是绝对不会放弃报仇的。好，最多3天。挂断电话，张金桥在一众小弟的拥护下走进了别墅。随后，他给3号车的替身打去了电话。你那边什么情况？老板，我们一进金水湾，那辆霸道车就开走了，他可能猜到追错车了。如果真是那人派来善后的，要找到这里并非难事，估计很快就会找上门来。杀了我就是最好的善后，这样余生就永远无法知道真相了。旁边的余生将一切听得真真切切，心中瞬间掀起了惊涛骇浪。原来张金桥竟然也是受人指使。指使张金桥的人显然不是江海人，那个人究竟想要掩盖什么？为什么不直接来杀我？难道是为了让我被蒙在鼓里，才杀了我的父母？随后，张金桥独自回到卧室，一番操作，墙上竟然打开了一道门，显然是通往密室的。余生紧紧跟了进去。接下来的一幕让余生目瞪口呆，床上竟然躺着一个全身裸裸的金发美女。仔细一看，那女人的脚上有一根很细的金属链子。海伦，考虑的怎么样了？我说过我会得到你，而且要让你主动求我干你，你准备好了吗？我不会强迫你，但只给你最后1个小时。1个小时之后，如果你还没有跪下来求我，我会失去耐心。海伦浑身一紧，忽地从床上坐起来。你是一个卑鄙无耻的恶魔！别冲动，我再给你1次机会，如何？你陪我喝1次酒，我把钥匙带在身上，能不能拿到，就看你的本事了。海伦思索片刻，这里的酒都未开封，他即便有下药的心思，也没有机会。行，但你必须说清楚喝多少，我绝对不碰白酒，只喝红酒。放心吧，我们2人共饮1瓶，1人1杯，喝完我就兑现承诺。眼看着张金桥倒了2杯酒，海伦的心中最后一丝疑虑也烟消云散，他确定这酒没有问题。我本来不想强迫你，那会失去征服的快感，但今天情况特殊，我需要放松一下。来，宝贝，干杯！海伦彻底放下心来，为了迷惑张金桥并拿到钥匙，他毫不犹豫地喝下了一大口。然而，他却突然感觉这酒不对劲。刚开封的红酒不是这样的。你在酒里放了什么？你都看见了，这是刚开封的酒。海伦身体的感觉越来越不对。可是你没喝，操你爷爷！海伦只觉得欲望在熊熊燃烧，只想放纵自己。哈哈，你可真是够蠢的，我怎么会在你面前下药呢？这一瞬间，余生怒火中烧，终于忍无可忍，哼，这是让我来。好吧，美女，这可是你主动投怀的，兄弟们，我有点把持不住了。海伦终于消停了，沉睡过去。呵呵，终于不是出歌了。张金桥这个王九蛋，瓶子没碎他先嘎了。随后余生走出了密室，结果突然发现卧室内站着一个人影。余生断定这人便是霸道车上的杀手。你好像戴着面具，是来杀张金桥的吧？你已经杀了他。张金桥已经招了，什么都不用掩盖了。哈哈，原来他死了。你到底是谁？我是谁不重要，我的任务只是杀张金桥，别人和我无关。我现在要进去看一眼，你不会是想拦住我吧？海伦在下面，怎么可能让他下去？余生依旧站在密室门口。你太高看自己了，杀你只需要1瞬间，你做好准备了吗？我先看看你的速度，来吧。你死的不冤，因为你根本不是我的对手。
余生仔细检查，果然戴着硅胶面具。他把面具摘下，依旧不认识。等警方接管，总会查清是谁。随即，余生拿出霸道青年的电话给闫妮发消息，把经过说了一遍。那就不用抓毒贩了，只是一个海伦就够。我带人解救人质，谁敢阻拦？当然，张金桥和杀手反抗被击毙。你最好问问你妈妈，这杀手电话里存着燕京的号码，有可能是幕后主使。号码都给我发过来。余生便把电话簿发了过去，很快收到了燕妮的回复。妈妈说让杀手消失，否则你后患无穷。那人是顶级特工，不要再查了。海伦悄悄就走，这事更不能暴露，关系到海伦家族的声誉。最好让张金桥一起消失，小弟们会扣到杀手头上，杀手的失踪扣到张金桥头上。注意，失踪必须是真的消失。余生迅速将尸体装进箱子，隐身离开梦幻庄园。随后他打车来到炼钢厂，一切都消失了。余生很快回到密室，此时的海伦已经醒过来。你是谁？我会帮你打开锁，然后你藏在箱子里，我带你出去。我们要快速离开，否则小弟们很快就发现张金桥不见了。海伦有些慌了，藏箱子里只能任人自割了。刚摆脱一个魔掌，又落入另一个魔掌。行不行一句话？没时间了。终于，海伦点头，选择相信余生。昨晚是你吗？是啊，但却是你主动的，我救了你，咱俩两清，我有女朋友，你别抱幻想了。好吧，张金桥呢？死了。余生解救了海伦，顺便拿掉了自己出歌的身份。随后，他隐身离开了梦幻庄园，来到一处无人的公园，将海伦从箱子里放了出来。海伦看着面前的这个男人，感觉非常复杂。你准备去哪？我的证件全没了，我需要给家人打电话，在来人接我走之前，我能待在你家吗？你这是还要继续和我一起做运动吗？呵呵，你可以待在我家，不过我有女朋友，她叫燕妮，脾气不太好，你别和她计较。我懂得。余生带着海伦回到御花园，正赶上燕妮和红梅做好了早餐。珍妮，你醒了，来，坐下吃饭。燕妮当然知道她叫海伦，叫她珍妮是在提防叶红梅。如果叶红梅汇报给杨师姐，那麻烦就大了。海伦也很聪明，笑吟吟的应下了。珍妮，这是我的保镖叶红梅。你好。哇，珍妮好漂亮。珍妮是那根葱，昨晚在这里睡的。严队，今天上午在江海大酒店总统套房有一场地下文物拍卖会，据说其中有国宝级出土文物，我们要不要抓捕？这有点太明目张胆了，万一是赝品呢？抓错了怎么办？等我确认一下。你有时间吗？红梅没告诉你吗？10点钟在咱家拍卖翡翠。哼！燕妮白了他一眼，直接离开了。你真傻，不会说忘了告诉他，非要强调我知道他不知道。如果伴侣之间需要动脑子，那不是太累了吗？要么大家别在一起，要么别带脑子，免得承受撕裂的伤。所以需要改变的是燕妮。两女都觉得哪里不对，却又无言以对。红梅收拾一下，珍妮跟我进卧室。叶红梅无语的看着余生，呸！这大白天的，你丫有点太不要脸了。合着他俩都是你老婆，就我是外人。余生带着海伦来到卧室，把手机开机，然后打给了杨凯。你去买一个新的电话，用你的名字办理电话号码，存1000话费，送我卧室来。明白。我的电话有可能被监听，所以你不能用我的电话打。非常理解，我要先去洗个澡。老大，你网购的包裹到了，送我卧室来。等海伦穿着睡衣出来的时候，发现墙上多了一个菜墩。为什么要在墙上挂个菜墩？菜墩不是关键，飞刀才是关键。卧室和飞刀都是隐私，不能让人随便看的。我懂了，就像妓女的私处不是隐私，住处才是。谢谢你让我看隐私。进来。杨凯把新买的手机送了过来。海伦激动地跑到阳台去打电话，余生则开始练习他的飞刀。下午使馆的车来接我，我就走了，可能此生再也不见。你现在没有什么愿望吗？愿望是什么东西？我们只是一次交易，你用你的容颜和身体换我就你自由，现在交易结束，仅此而已。你在伪装冷酷无情，可惜欲盖弥彰。或许有个女人在你心底留下了致命的伤，你在保护自己，显得过于小心翼翼。所以呢，你想表达什么？再来一次吗？再来一次，我只是想要一个华丽的句号，以后各自安好。10点整，客人们陆续来到了御花园别墅。杨凯和冯解山紧张地监视着现场，担心混进来杀手。徐哥，这都是你请的？不是，我只通知了7个，好些人我也不认识，有的是保镖，有的是专家，主要是市场太缺极品翡翠了。童林是跟着莫瑶兵来的，他的心情真是复杂至极。我这到底是抛弃了他，还是成全了他？童林心中越来越苦涩。没想到这么多人竞拍，恐怕得靠你了。你待会和余生搞好关系，
这对墨家极其重要。如果拿不到极品翡翠，我们就会成为二流珠宝公司。所以，任何代价都是值得的，哪怕是他要和你睡，答应他，只要我俩不说，没人知道的。童林呆了，没想到莫瑶冰竟然说出这种话来。你又不是小姑娘，怕什么？女人最大的本钱就是身体，拿你有的，换你要的。此时，余生突然开口说道：“今天的朋友比较多，翡翠就在地下室，地方有限，保镖就别跟着凑热闹了，大家跟我来。”很快，余生带着众人来到了地下室，眼前的景象让众人看得眼热心跳。中间的长案上，整齐的摆着切好的极品翡翠、帝王绿、冰种飘花、极品紫罗兰。大家先看清楚，算明白，想好了，20分钟之后拍卖开始。随后，众人都近距离观测翡翠。童林则来到了余生身边。余生，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？余生，我能问一个问题吗？好的，问吧。如果在伤害我和伤害你之间选择，你选择什么？余生怔了一下，这个问题多么熟悉，上学的时候童林问过。当时余生的答案是毫不犹豫的，伤害他自己。可童林如今再问一遍，显然是想知道现在的答案。不存在这种选择，因为我们已经不在一个维度，你解决不了的事情，或许在我看来就是基本操作，不值一提。如果真有那么一天，谁让你两难了，你实话实说就好，无论是谁，无论什么事，告诉我。童林万万没想到是这种答案，即便是自己伤害了他，他也愿意替我遮挡暴风雨。你还爱我吗？你想太多了，有钱可以做最真实的自己，没钱只能做讨人喜欢的自己。你还需要继续装着喜欢我，我却已经不需要讨人喜欢。动情是死罪，痴情是死有余辜，人间哪有真爱，全都是合作愉快。我帮你当然是需要回报的，但这个回报很简单，只需要你脱掉衣服。不是我要碰你，只是祭奠一下我死去的爱情，可以瞑目了。余生悠悠一叹，好似看破万古人间。童林顿时羞愤难言，这比碰了还让人诧辱。他终于懊悔，这次是妈妈错了，可已经无可挽回。于老板，能不能透露一下，在谁家买的原石，极品率这么高，让我也去光顾一下？在平州，但这可不是一家买的，我光遍了平州，分8家买的。严福奇心中巨震，余生能从中精准地挑出唯一的极品翡翠。老弟，你看哥哥我也是业内公认的讲究人，算实际信誉，能合作一下不？能啊，下次拍卖还叫你。不，我说的是内比度公盘，我出钱，你买，咱们2-1千做5，一人一半。这条件对别人来说是天大的馅饼，但对余生不是，可也没必要生硬拒绝。看情况再说，我不一定有时间。各位，时间到了。整个现场重新安静，众人目光看向余生。拍卖现在开始，先从冰种飘花开始。这块翡翠因为太大，被我切割成了5片，这样看得更仔细，风险也更小。我们先拍第1片，底价5000万，开始。余生话音刚落，报价已经此起彼伏，6000万、 7000万、 8000万，很快就涨到1个亿，才缓了下来。1亿1000万，众人都犹豫了，可余生根本不给众人思考的时间。成交。众人一阵骚动，严福奇非常确定捡了一个便宜，再不可能有比这低的价格了，他顿时眉开眼笑。接着余生又举起第2块，冰种飘花，底价1日是5干万，开始。1亿、 1亿1000万、 1亿1500万、 1亿2干万。哇！莫瑶冰后悔没有拿下第1块，这次必须展示一下实力。他不敢把赌注全压在童林身上。余生也很给面子，成交。众人无语了。莫瑶冰眉开眼笑，虽然比第1块贵，但他觉得值得。余生对莫家的印象很重要。接着余生拿起第3块，注意这一块的重量最轻，底价依旧是5000万，开始。1亿加500万，加1000万，1亿2000万，成交。此时童林的心情真是复杂难言，曾经属于自己的男人，专门舔自己的狗，现在已经变成了二郎神，叱咤风云，一言九鼎，唯有别人看他的脸色，再没有他看别人的时候。余生完全是雷厉风行，拿起第4块，这是品质最佳的一块，底价5000万，开始。1亿5000万，这一嗓子直接把众人干蒙圈。再一看是收藏家协会的大佬郭振清，而余生根本不等，直接拍板成交。众人顿时懊悔莫及，这一块是绝品。老弟，我就喜欢你这样的，以后去燕京找我喝酒。说完，他爽快的付款，兴奋的直接暴走了。最后一块极品冰种飘花，底价5000万，开始。1亿2000万、 1亿3000万、 1亿4000万，成交。买家正是大福珠宝的职业经理人高强。下面我们拍卖的是冰种紫罗兰。余生搬过这块最贵的翡翠，这可是花了1800万买的，价值超过1亿8000万。相比之下，冰种飘花只花了300万，却卖了6亿4000万，这就是全赌的魅力。赌对了，一刀上天堂，仙女都抢着投怀送抱。于老板，我能不能先问一下，另一半哪去了？这不是我切的，在平州市场上已经切好了，另一半我没买。你不买让我去啊？买一半留一半，这怎么可能？因为另一半是糯种，而这一半表面是糯种，但切掉1公分之后就变成了冰种。我可以保证这里全是冰种，错了你给我退回来。众人一阵骚动，
这赌石记忆已经出神入化，童林听的嘴角抽搐。余生越优秀，他就越痛苦。人家舔你的时候你不要，非要反过来舔人家，他感觉余生将变成自己一生的噩梦。好了，没有疑问的话，底价9干万，开始。1亿5千万，1亿6千万，1亿8千万，1亿9干万。余生果断拍板成交。童林再次心中感慨，仅仅冰种飘花和极品紫罗兰就让余生的获利超过8亿。余生终于拿起那块帝王绿，比拳头大一点，却是翡翠之中的王者，晶莹剔透，如梦如幻，品质纯净的不可思议。要知道，市场上价值过亿的翡翠珠宝几乎都是帝王绿。帝王绿底价4500万，开始。6千万，7千万，7500万。余生正迟疑的一瞬间，忽然一个悦耳的声音传来1亿，众人瞬间哗然，竟然是珍妮。你喜欢就送你了，瞎喊什么？说完，余生把翡翠给珍妮。你放心，我从不瞎喊。童林看得再次闭上眼睛。拍卖会继续，剩下的料子1块极品蓝翡，1块福禄寿喜，1块红翡。这3块我本来是打算雕刻用的，今天看来这么多人，不想让大家失望，就都拍了吧。众人都是老奸巨猾，瞬间得出结论：余生要参加那比毒公盘。极品蓝翡底价4500万，开始。9千万，1亿，成交。现在只剩下2块，红翡价值仅仅800万，只有福禄寿喜值钱。余生也不浪费时间了，这2块一起拍，底价5000万，开始。且慢，我老头子有话说。说话的正是玉石协会德高望重的雕刻大师，堪称泰山北斗级的人物卢世远。余生，你的雕刻和谁学的？我没学过雕刻，只是脑中有些灵感，想要再现出来。至于雕成什么样子，那是无所谓的，我又不拿去卖，只是想陶冶一下自己的心情。余生，你不在乎钱是好事，不被外物所累，才能心游万人，去触摸那人生的至高境界。我老人家已经快入土了，至今没有一个让我引以为荣的弟子。今天看见你，深感缘分天定啊！我想要收你为关门弟子，你可愿意？既然您老人家这么看得起我，以后我就是您的弟子。这2件身外之物，就算我的拜师礼，还望师傅笑纳。各位，拍卖到此结束。童林最后看了一眼这个本来属于自己的男人，黯然离去。最大赢家就是卢世元了，笑得宛若菊花绽放。师傅，请喝茶。余生，你可知道雕刻业的祖师爷是谁？余生哪里知道雕刻业祖师爷是谁？关他屁事！只有这个师傅才是有用的。当然是师傅您啊。余生啊，你这马屁也太粗暴了吧！卢世元的脸色立马就黑了。他骨子里是很传统的人，对祖师爷不敬，这是大罪。你这是把师傅架火上烧啊！师傅就是铜筋铁骨，也受不了千夫所指。以后别再乱拍马屁了。余生，你虽然拍卖的翡翠数量不多，但都是极品，这在业内已经是举足轻重的影响力。有些事情你懂得，背后没有支撑，就会被权势碾压。申请加入玉石协会。你不用怕麻烦，只写个申请，剩下的不用你管。我们3个联名担保，给你弄个翡翠原石鉴定顾问的名头。注意，这可是唯一的，只要履行鉴定义务就行了。余生心中雪亮，这是要套龙头，让野马归巢，对他来说有利也有弊，有了靠山，但也需要付出。师傅，我可没时间啊。你放心吧，绝不耽误你时间。再给你配个秘书，负责全行业协调沟通。你以后无论做什么都简单太多了。你在燕京没有房子吧？你也不缺钱，得赶紧买。喜欢什么样的？4合院，师傅给你联系一下。卧槽，这缰绳怎么越拴越紧呢？师傅，房子不着急，我这还一堆事儿。对了，徐哥，那个江海大酒店总统套房的拍卖会没邀请你吗？你不知道吗？就因为你拍卖翡翠，人家临时改成下午2点开了，我下午过去。那太好了，看来国宝还在，我也跟你去，没问题吧？当然没问题。余生，我们不能等你了，吃完饭就回去啊！你把这里的事情忙完，尽快去燕京，无论是学习雕刻，还是尽快建立高端人脉，都意义深远，对你的发展都是必须的。明白，师傅放心吧。余生是肯定要去燕京的，因为父母之仇还没弄明白。随后其他人都离开了。很快，接海伦的车来到了御花园门口。我走了，其他的交给上帝。徐哥，现场是用现金交易吗？老弟，你不用拿现金，可以用比特币支付。咦，每个人都用比特币支付吗？不是，可以现金、美金、欧元、比特币，唯独不能转账。哦，正好我有美元。徐哥，你不觉得哪里不对吗？地下拍卖会不是应该很隐蔽，然后有人接才能找到的吗？
你说的那种妥妥是刚挖出来的。但也有很多私人拍卖和你一样，东西是合法的，想要拍卖个高价而已。和我一样，那为什么不在家拍卖？为什么不接受转账？老弟，这世界上不是非黑即白，大多数都是灰色的。打个比方，李长青收回一件国宝，肯定是传承有序的国宝，否则他不可能收。但在他手里就是炸弹，那怎么办？你让他在家拍卖，笑话。甚至拍卖的人都不能和他有任何关联。选择总统套房，就是告诉你，我得住，你放心买。余生释然，就连叶红梅都信了，这很可能是在洗地。各位老板，时间到，我们拍卖开始。先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张三，总共只有10件拍品，但个个都是精品，地方有限，文物也怕损坏，所以大家请勿动手。可以推举2个权威上来鉴定，然后专家把鉴定结果公开。谢谢合作。众人都看向徐厚平和余生，两人也没有丝毫谦让，直接就走到桌前。徐厚平先把白手套戴上，余生却肆无忌惮，直接伸手拿起一块石碑。金代的，就是上面的字一个不认识。但他可以肯定，这不是挖出来的，从来没入过土。他的鉴定速度比徐厚平快多了，几乎就是拿起看一眼放下，转眼时间看完了，没有挖出来的，至少没有建国后挖出来的。徐哥，哪一件够得上国宝？就是这个石碑。国宝和市场价格无关，不一定是最值钱的，但却是独一无二的，文化研究价值最大的。这里10件拍品没有法律意义上的出土文物。法律规定，建国后出土的都归国家，古董圈子里说的出土，特指这个规定。感谢2位专家的鉴定，现在拍卖正式开始。第1件拍品，乾隆青花梅瓶。没有出土文物，千万别抓人，我感觉这是个圈套，只是不知道针对谁。知道了。拍卖现场一片火爆，青花梅瓶的价格节节走高，已经到了800万。这价格就没什么意思了。对了，你等着拍石碑。不，我不喜欢石碑。余生什么都不想买，就想看张三要干什么。第1件拍品以950万成交，被王子安拿下。第2件拍品，明3彩童子车马俑，起拍价50万，开始。张三的目光不经意地扫过余生，又迅速移开。余生越想越可疑，最大的疑点就是这个拍卖的时间，竟然因为他拍卖翡翠而推迟了。第2件拍品很快成交，居然又被王子安买下了。张三的目标不可能是王子安，如果目标是我，现在该拍卖石碑了。下面开始拍卖国宝石碑，无底价，开始。余生再无丝毫怀疑，目标就是他自己。张三口中不停地爆出最高价，180万、190万、200万，袁老板出价200万了，张老板出价210万，还有没有加价的？众人再没动静，毕竟是石头。张三的目光再次扫过余生，却问向徐厚平：“徐理事，您认为国宝这个价格合理吗？”价格是供求矛盾的反应，和价值无关。请问于老板，您为什么不看好石碑呢？于老板喜欢暴利，至少上亿的利润，你这暴利在哪？很抱歉，我没文化，只喜欢漂亮。210万成交。你鉴定文物那么厉害，到底收藏哪一类？傻瓜，我不是告诉过你吗？七夕感应。叶红梅顿时明白了，鉴定水平和收藏无关，她心中越加佩服。很快，所有拍品都已经成交。本次拍卖到此结束，谢谢大家捧场。于老板，我还有一些珍藏，不适合拿出来拍卖，不知道您晚上是否有时间？可以，吃完晚饭我过来。很快，余生便回到了家中。这场拍卖是针对我的，可惜失败了。张三约我晚上再去，我猜他要拿出土文物了。我待会和红梅说去找你，然后去调查张三，你别回来拆穿我。明白，么么哒。随后，余生带着一把飞刀，很快来到了张三的总统套房门口。正当他思考如何进去的时候，正好出现一位妖娆的女人。看见女人走进来，张三起身拉着她进了卧室。余生没有跟着张三，他对眼前这个瘦弱眼镜男更感兴趣。余生关机了。你这小子太坏了，总想折腾张哥，要不打一顿？李斌，你这是何苦来的？只要你好好配合，这次的事情结束，你就是亿万富翁。张哥可是说话算数的人。好吧，还有一件事我忘了说，余生在拍卖刚开始的时候，给燕妮发了一条消息，你们要不要汇报一下？什么内容？你们确定要知道吗？小弟不敢去卧室打扰张三，只好拨通张三的电话，汇报了一遍。快说，发的什么消息？余生说没有出土文物，千万不要抓人，他怀疑这是个圈套，只是还不知道针对谁。张三的表情顿时凝重。李斌又接着悠悠道：还有一件事，我黑进了余生的手机，发现里面没有比特币 APP， 换句话说，他从来不用手机支付比特币，他的支付方式很可能是家里的电脑。你今晚和他交易未必能成功，除非你让我去他家一趟。余生彻底明白了，这李斌是顶级的黑客，这是奔着比特币来的。
知道他有比特币的人，万婷父子、徐厚平，这都不用怀疑的。最大的可能还是乔海涛。让你去他家，哼，你跑了怎么办？你也可以派人去，只需要把一个 U 盘插进他的电脑，启动一下就行了。当然，不去也能做到，就是要等他上网，我控制电脑之后，你们再交易。他今晚上网，你确保能黑进去吗？当然，我用生命担保，黑不进去，我从这8楼跳下去。等他来了，我要他的邮箱，你替我发个邮件，就说是我们所有的文物资料，我让他回去查看。没问题。说完，张三又返回了卧室，这次余生直接跟了进去。进到卧室，余生却大吃一惊，那个女人根本没脱衣服。余生心中蓦然闪过一个念头，这女人绝不是卖的，只是以这个身份进来和张三见面。果然，张三走到她的背后，轻声把经过说了一遍，没有任何暧昧动作。余生有一种直觉，这两人是合作关系，代表了2个势力。余生每天晚上都关机，哪怕家里没有女人，可是今天关得太早了，这一定和你有关。我有一种猜测，他每次关机的时候都不在家，然后就有人离奇死亡或者离奇消失，比如张金桥。难道余生察觉我是在针对他，来杀我了？杀你很难吗？张金桥那么牛逼都失踪了，而且是在自己的别墅里。虽然他的小弟们说是霸道杀手干的，但我不信。余生放着父母之仇，什么都不做，却跑来参加文物拍卖，除非他确定张金桥已经死了。余生心中的杀机更加浓烈了，直接把这女人判了死刑，今晚必须执行。但在执行之前，他想弄明白这女人背后的男人是谁。面对眼前这个女人的分析，余生心中的杀机更加浓烈，今晚必须执行。你是乔海涛的人，我管不了你，只要你不死，在江海这个地方，九爷保你全身而退，但前提是别死在余生手里。余生心中一跳，九爷是谁？说完，张三跟着女人想一起离开，突然他的身躯僵在原地，然后扑倒在了地上。女人回头一看，她的眼中露出极度的惊恐，她看见了现身的余生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孙明香，你别杀我，我愿意给你当狗。九爷是谁？九爷是江海排名第1的大哥，背后站着无数大佬。这谁排的？第9的当大哥，前面8个呢？没有前面的，他最初是叫九爷，白酒的酒，因为他垄断了江海的酒类产业供应链，后来不做酒了，不知道的人就以为是九爷，时间长了也就九爷。他现在做什么？地下钱庄，除了放高利贷，还负责给各路大佬洗钱，转移到国外。李长青都不敢动他，因为他要出事，整个江海将一片混乱，彻底陷入瘫痪。余生终于明白乔海涛和九爷是如何利益绑定的，都是比特币洗钱。你还有什么遗言？你们要想活命，就拿着钱赶紧逃，牵连到乔海涛，必定被灭口。几个小弟猛地一哆嗦，面面相觑。他们又看向李斌，准备先把他灭口。对了，你们需要比特币吗？先藏起来，等我拿到余生的比特币，给你们每人价值1亿美金的比特币。几个小弟点点头，带着钱快速离开了。哼，一群傻叉，这才几个钱，等我拿到余生的比特币，去暗网雇佣杀手，你们一个都跑不掉。李斌刚准备离开，后脑突然被重重一击，应声倒地。随后，李斌和他的电脑都被装进了箱子。真希望你浑身是铁，能练出好钢。九爷的女人孙明香杀了张三，又被张三临死前反杀。几个小弟当时都在场，他们怕被乔海涛灭口，拿着拍卖款跑了。酒店没人报警吗？如果是九爷的女人干的，那不会有人报警，酒店会通知九爷，随后所有痕迹消失无踪，入住记录抹去，监控删除，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，永远不会牵扯到他。燕妮，你晚上过来，我告诉你一个秘密。红梅已经告诉我了，估计你需要一点独处的时间，来慢慢回味海伦那一吻。余生，我是九爷。九爷，没错，我现在就在江海酒店，你来一趟吧。你算什么东西？我给过你机会了，能不能抓住都是你的命。我的女人没有白死的，你以为这么拙劣的现场伪装能骗过我？哦，你的女人死了，江海大酒店对吧？好，我替你报警。余生不想和任何人明着火拼，那不是他的强项，暗中弄死就好，而且得有人背锅，不给警方添麻烦，这是他的原则。九爷刚刚给我打电话，说他的女人死了，你们受理一下吧，他在江海大酒店。好吧，我来善后，你别硬杠，这个真不能动。燕妮接着汇报给贾局，随后贾秀山亲自去了江海大酒店。有人报警说你的女人死了，我来调查一下。余生杀了那么多人，你心中清楚，为什么不抓？证据呢？证据是你的事，不需要我来找。我看到的是，凡是和余生有矛盾的人全都死了，包括平洲的乔公子，尸骨无存的张金桥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不想抓来问问他是怎么做到的吗？如果仅凭猜测就可以抓人，这世界将乱成什么样？你们顾忌的是燕妮，但你忘记了一件事，燕家从来没有承认过余生，这不是他们2个人的事，联姻是2个家族的事，可余生的家族在哪？
他哪来的资格和燕家联姻？贾秀山是真没顾及燕妮，只因为余生杀的没一个好人，反倒省了警方无数麻烦，所以他很愿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你的女人在哪？我先看看现场，或许能找到证据。我没报警。明白了，告辞。哼。阿慧，查到了吗？九爷，监控录像里不但没有任何可疑人进入这个房间，反倒凭空少了一个人，是一个戴眼镜的瘦弱青年。那个应该是找来的黑客，难道被装进箱子带走了？离开的几个小弟都拎着箱子，少的这个人不是关键，关键是余生怎么做到的？九爷，有没有可能余生根本没来，是他收买了那几个小弟？用比特币收买吗？余生发现隐身练习飞刀简直快得不可思议。九爷，你准备好了吗？余生准备出其不意，白天去找九爷。吃饭吧，我都快成你妈了。对了，昨晚燕妮没来杀你？没有，谢谢你。红梅只说了海伦那一吻，并没说他俩做双人运动的事。知道我厉害了吧？今天去哪必须带着我。我去杀九爷，你跟着不好吧？有什么不好？你以为我不知道？你根本没去找燕妮，酒店人是你杀的。你放心吧，我不告诉任何人。告诉我九爷在哪？九爷不能动，他就像一个恶性肿瘤，不能随便割掉。他掌控的资金太庞大了，死了会导致江海的金融秩序混乱，大量中小企业倒闭，进而引发社会动荡。京城再介入调查，你的麻烦就大了。你的意思等他杀我？也不是，我已经请求我妈妈做些安排。笑话，一个地下钱庄的老板，你妈妈要能安排才怪了。我妈妈只需要放个风出去，要查那个钱庄，有关的大佬就会闻风而动，抽离资金。这么做是先给钱庄消肿，把影响降到最低，避免你树敌太多，反噬要你命。我打赌九爷不会等，今天就派人来杀我。那太好了，我们闲着也是闲着，找点事干。余生解决了九爷的女人，顺便把李斌绑了回来。不料九爷的死亡威胁电话紧接着就打了过来。我怎么不太相信九爷直接派人上门杀你？不会直接杀上门，那太没有技术含量。他应该喜欢玩阴谋诡计。于老板，我是李斌的朋友，请问李斌还活着吗？我不认识李斌。我有一个九爷的情报，你应该很感兴趣，代价只是告诉我李斌是否活着。我不感兴趣。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？九爷要杀你，你却不感兴趣。我只是要知道李斌是不是活着而已。这个人不是九爷安排的。最后一句话不太像，但我不认识李斌。我知道你不可能承认杀了李斌，但他为什么认为你能告诉他？因为他误以为李斌被张三杀了。换句话说，他和李斌一直保持联系。误会的原因是他不知道张三死了。我若说张三杀的，早晚拆穿。黑客的朋友只能是黑客，否则他上哪知道九爷的情报？我不想骗的黑客，这种危险人物，要么弄死，要么别得罪。明白了。余生忽然又想起那个霸道杀手。你教我格斗？好吧，来，你来杀我。嘿呵，千招会不如一招熟，你那招跟杀手学的吧？荒谬，还不如乱打王八拳。你只会一个开头，我一蹲身你就成观众了。别学那么了，动作必须连贯，必须眨眼之间完成，一定要快。与此同时，一个又一个的大佬要从九爷这里撤资，而且都是有强大燕京人脉的人。毫无疑问，燕家出手了，九爷只能咬牙挺着，不敢向任何大佬求助。他这次真的后悔，为了一个女人，太不值得。九爷需要收回房贷了。沙皮还没动静吗？正在等余生出门。自从有了四维能量的冲刷，余生有能力快速掌握新的技能。王八蛋，快放手！好的，宝贝，想我了？想个屁！你不要出门。九爷手下的第一打手沙皮潜伏在御花园外面，你别以为开车出去就没事了。他的习惯就是迎面就撞，停车就开枪。还说没想我，都调查得这么清楚。好吧，我真希望你这个王八蛋好好活着，好好气我。红梅，我需要在沙皮的车上放一箱毒品，你有没有办法？你说什么？你还有一箱毒品？不多，才24公斤，别告诉别人。余生要想安心去燕京调查父母的死因，必须把家里清理干净，不能留后患。你是要公开击毙沙皮？燕妮把杨凯和冯铁山都办成了卧底缉毒警，不拿出点成绩来，怎么堵住那些闲人的嘴？只要警方接管之前放进去就行吧，这个简单。麻烦的是大门口摄像头太多，而且是超高清的，估计连血型都能查出来。这个我来搞定，让他瘫痪几分钟，你等我信息再行动。紧接着，余生把杨凯和冯铁山叫了上来，4个人密谋了一番，确保滴水不漏。